开局穿成10岁的小孩子参加特种兵训练，没想到系统却要求我成为军中绿花，任谁都不相信10岁的小萌娃可以完成。结果我却以体能考核第1名，成为了特种兵。怎么说我范天雷都是堂堂狼牙特战旅、狼牙特种大队参谋长，让我负责一帮小屁孩搞军训，这不是存心恶心我吧？哪里来的小妹妹，快出去，等长大了再来。毛都没长齐就想来当兵，你有枪高吗？不是，我以前好歹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还是军花呢。沈绵绵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穿越也就罢了，还穿越成一个小屁孩，还是个小萌娃，这叫啥事啊？唉。叮咚！恭喜小学生沈绵绵绑定军中绿花系统，系统发放主线任务，1个月之内进入军队当兵，否则宿主将会提前发育，变成胸大无脑的泼妇，获得新手奖励无敌射击术。什么鬼玩意？军中绿花系统是什么？无敌射击术又是什么鬼玩意？军中绿花系统是全宇宙最牛逼的一款系统。宿主非常幸运，整个宇宙只有你一人获得此系统，它可以帮助宿主成为一名超级无敌女兵王，打遍全宇宙无敌手。宿主，请不要怀疑系统，无敌就必须从小开始，成名要趁早，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先试试这个无敌射击术，是不是骗人就知道了。系统，给我融合无敌射击术。顷刻间，只见一道白光闪入沈绵绵的脑海中，随之沈绵绵眼睛露出一股炽热，在这一刹那间，还有一种百发百中，双手都扬起来，好像打过了几10万发子弹的感觉。沈绵绵还陶醉在兴奋中，忽然感觉一只大手抓住自己的手臂，一看正是看自己不顺眼的王铁。快走，回家找你妈吃奶去，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王铁，赶快把小家伙赶出去，轮到你射击了。是。赶紧走，别妨碍我打枪！首长，给我打几枪过过手瘾，我就走，不然我躺在这里了，这对大家都不好。小兔崽子，趁我不注意敢偷袭，看我不把你打个满地找奶嘴！算了，跟一个小孩较什么劲？摔倒了也是你丢人。穷，那就让你打几枪。让他先来，不是想要挑战我吗？我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先来，我会教他怎么做人。霸气，可是这么霸气的话，从一个小萌娃嘴里说出来，范天雷听得咧嘴大笑。小家伙，口气不小，怎么感觉你很厉害的样子？要是我先来，他不用打了，碾压式的打击。王铁听到没有？你敢不敢比？切，一个小屁孩，输了别尿裤子。王铁接过95式步枪，踏步、趴下、抬枪，瞄准所有的动作都非常到位。虽然还有不少瑕疵，但能掌握到这样的程度已经很不错了。10枪90环，不愧是队长，竟然打出90环的好成绩，我能打出70环，我都笑大牙了。你能跟队长比吗？羡慕不来啊！队伍里少年们看到王铁的射击成绩都佩服的不行，听到队员们的夸张，王铁脸上露出几分得意，带着几分挑衅的瞥了沈绵绵一眼。90环，渣渣而已，你等着。步枪一到手，沈绵绵的气势骤然一变，一脚踏步、匍匐、拉枪、抬枪，瞄准整个动作极为的顺畅。这一刻，范天雷仿佛看到的是一个名身经百战的老兵正准备射击，周围的队员们可没有范天雷的眼光，看到沈绵绵那个小身板拖着枪，还有模有样的瞄准，在他们看来非常的滑稽可笑。你说他打多少环？50环？你什么眼神啊？一个小屁孩能打50环，那我打60环算什么呀？我不成小丑了吗？不拖把都不错了。确实也是，步枪的后坐力那么大，估计我抢握不稳，还打个屁！好快的开枪速度，间隔居然不超过3秒，这样射击速度已经超过普通士兵的射击速度，难道是胡乱开枪？10枪100环，100环，无敌了！叮咚，恭喜宿主战胜对手，赢得小英雄之光，奖励身体强化1次。恭喜宿主获得蚂蚁强化1次，小身躯大力量。考虑到当前宿主还是幼童，强化之后，现将宿主身体素质突破成人的极限。现在是否进行蚂蚁强化？
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刚才射击的时候，步枪的后坐力太多，差点控制不住，肩膀现在还有点疼痛。身体强化一次，再加上蚂蚁强化剂，来得真及时啊！融合。顿时，绵绵感觉全身无数的蚂蚁在身上爬，身体的每一条神经都被牵动起来，肌肉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说不出的一种微妙感觉。感悟完毕，绵绵只感觉自己拥有无穷的力量，充满磅礴的力量。还看不起小孩吗？我跟你们一起训练，挑战你们所有人，来吧！还有什么项目？听到他说什么话了吗？跟我们一起训练，还要挑战我们所有人，太搞笑了吧！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要逆天了。接下来是成年人的负重越野5公里，24公斤。我们周围的男孩们一听接下的考核会那么变态，脸色都是微微一变，露出一脸的苦涩，有的甚至萌生了惬意。谁知绵绵直接点头道：没问题，我挑战你们所有学员。参加特种训练第2天，10岁的小孩姐就扛着5000公斤的负重狂奔800里，熬趴了一处泥瓦。小屁孩，就你还想负重越野？等下别吓得尿裤子了。哼，你做好被虐的准备。接下来我要爆掉所有人的眼球。就你，别逗了，还想虐我？回家多吃点奶，长大了再来跟我比。胡闹！快把行军带放下！范天雷可没糊涂，要是小屁孩被压坏了，他的父母早上门来理论，自己得承担重任。谁知道小屁孩的父母是什么人？万一是军区的某位领导的孙子呢？范天雷没敢冒这个险，命令其他小孩开始跑，同时伸手拉住绵绵小手。你在胡闹，我真打你屁股了！绵绵用力一甩，范天雷只感觉手腕传来一股庞大的力量，一下子甩开自己的手掌，转身就向前狂奔。我范天雷堂堂军区狼牙特种大队参谋长，虽然说自己刚刚没有用上3分1的力气，可是对方这一甩，自己就算是用上10分的力气也握不住啊！范天雷心中翻起一阵阵巨浪，小屁孩居然没摔倒，而且不断的超越前面的人。我靠，哪里来的小怪物？你又想来虐我啊？很多人都在看你，我怎么会输给一个学生？王铁一咬牙，开始提速。可是，一阵风在自己身边刮过，只看到一个行军带在自己身边飘过，只看到下面2条腿。这是什么怪物啊？这还是一个小孩吗？超过王铁，绵绵一马当先，成为30多名高年级小孩的领头羊。等到了3公里的时候，绵绵的身后只剩下王铁一人在苦苦的支撑。最后，王铁终于扛不住了，一头晕倒在地上。他昏迷前最后一眼，看到前方绵绵还在一路往前冲。30分钟，足足狂奔了30分钟。当范天雷宣布成绩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叮咚！恭喜宿主再次完成少年兵王随机任务，奖励作战经验100。恭喜宿主获得无敌格斗术，成为决斗之王。顿时间，各种格斗场面汹涌而来，像电影画面一样，一闪一闪而过。如何出拳，如何踢腿，如何手刀，各种格斗技巧五花八门。不愧是无敌格斗术。系统能不能多发一些随机任务？这样的话，我晋级的速度会快一些。宿主，您现在的主线任务是当兵，一旦完成，无条件升级。至于随机任务，这个需要触发，不受系统控制。清楚了这一点，绵绵迈着小腿的跑向范天雷。报告首长，我是不是可以成为你们军区的特种兵了？24公斤负重越野奔跑30分钟，速度跟成年人没有区别。小屁孩的身体素质绝对一流，堪称100年一遇。你真要当特种兵？是的。你年纪虽小，但是体力、耐力、力气一点都不差，再加上厉害的枪法。可惜你年纪太小了，等你长大了再来找我，我一定批准。首长，我说是现在，不是等我长大后。小家伙，你确实不错，可是你现在还太小了，先回去读书。你的父母在哪？你这样乱跑，他们肯定会担心。我表姐带我来的，她还在门口，我偷偷钻进来的。绵绵搜索了一下脑海中记忆，她还有一个表姐叫叶寸心，现在就读清华大学，明年才毕业。至于以后会不会当兵，绵绵现在说不准，毕竟自己穿越过来后，发现这个特种兵世界跟自己认识的特种兵世界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现在的范天雷居然给一群军2代小孩搞军训了，叶寸心早就是火凤凰女子特种兵狙击手，而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首长，我现在一定要当兵，而且我的志向也是当兵，请您给我一封入伍的介绍信。
你这小家伙连入伍介绍信都知道。不过这个介绍信我是不会给你写，回去好好读书，等过了16岁，你再来找我。说完，范天雷不再理会绵绵，命令队伍集合，准备结束今天的训练。绵绵正琢磨着是否要绑架范天雷，把匕首架在他脖子上，让他写介绍信。突然，感觉右边耳朵被人凝住，绵绵顺势后退，看也不看身后，紧跟着小腿往后一扫，女子诧异的惊呼声。穿着裙子的叶寸心一个踉跄，往后倒地，眼看要狠狠摔倒到底。范天雷脸色微微一变，想伸手扶住，却已经来不及。却看到女孩准备倒下地面时候，原本站着不动的绵绵向前滑出一步，伸手轻轻一抓，正好抓住叶寸心的手腕，猛然往后一拉，原本要摔倒在地叶寸心赫然稳住身形，重新站直身子。让你去看看，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敢暗算表姐，是不是屁股痒了？范天雷心中一惊，他可是格斗1等1高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叶寸心看来不觉得什么，可在范天雷看来完全不一样。刚刚那个转身向后一扫，犹如狮子摆尾，动作迅捷凌厉，又带着一股巧劲，显然是判断出对方的身份，力量恰到好处，没有下重脚。按照这小娃娃刚才扛24公斤重物，一路狂奔30分钟，力量岂会小？这一击扫腿，目的是让对方摔倒，并不是伤人。最后一招，在最后时刻出手拉住，讲究的是一个快字，动作快如闪电。这一扫一拉，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显然是一个练家子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了，我这就带他回去。站在不远处一直没离开的王铁盯着绵绵的背影，恨的是咬牙切齿，越想越气愤。走，我们跟上去。几个人非常默契，他们这些军二代平时一帮人在学校里怕过谁？平时只有他们欺负别人的份，什么时候被别人骑到头上了，他们也不爽，只等着王铁招呼一声，便尾随在王铁身后一起向外走。开局成为10岁的小孩姐，为了能够进入部队当特种兵，我独自一人单挑狼牙特战旅的参谋长范天雷，却没想范天坑托大非要让我3招，结果却连我的1招都没接住。漂亮姐姐，准备去哪？要不要我们送送你？不需要。美女说话一般都是反话，我们深入，我们跟你妹妹有点事要谈一谈，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跟你单独谈一谈也行。王铁一个眼神，2名青年就伸手抓向绵绵。躲在别人后面算什么本事？刚才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怎么不吭声了？身手真是没错，仅仅一个照面就撂倒了对方，居然要一个单挑10几个，看来我是白担心了。接下来骇人的一幕发生了，原本围成一团的水晶刹那间摔倒后，好巧，个子的200摔得狗啃屎。谁敢跑？打断你们的狗腿！有种就别逃！姐，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放过我吧。小样，这点能耐还学人家调戏良家妇女？造反了！你说谁是良家妇女？还有，你从哪里学来的？打人是这样打的吗？调戏良家少女应该是这样打的。说，以前是不是干过？没有，绝对没有。哼，滚吧！触发随机任务，抢劫考核，完成奖励100经验值。哪里来的抢劫？举目四望，就见到范天雷正夹着公文包朝他们走过来。这不是有了吗？绵绵，干嘛去？谁知下一幕，叶寸心目瞪口呆，只见绵绵跑过范天雷的身边，眼疾手快，一把扯住范天雷的公文包，转身就跑。这什么情况？抢劫，抢到我堂堂特种大队参谋长头上来了！兔崽子，别跑，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街上很快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只看到绵绵在前面灵活地奔跑，后面跟着追赶一名军官，那名军官怎么追都追不上，叶寸心在后面拼命追赶，看到绵绵横穿马路，吓出了一身的冷汗。绵绵的身份非同小可，要是真出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啊！你跑得真是够慢的，给你，拿去吧。自己堂堂狼牙特种大队参谋长让一个小屁孩鄙视了，这要传到部队里，那么帮小子知道，不被笑掉大牙了。我现在可以当特种兵了吗？绵绵眉头一挑，透着一股与他年龄极为不相符的傲劲。这个玩笑开的还真是大啊！就算自己同意了，旅长那一关肯定也不同意啊。不过那个女孩也不错，非常适合当兵。你好，我是华东军区狼牙特战旅狼牙突击队参谋长范天雷。军区开始招女兵，准备组建女子特种大队。你的身体素质不错，我给你一封介绍信，可以去试一试。谢谢参谋长，我一定去报名。
一边的绵绵坐不住了。表姐，你这么做不厚道，抢戏了。你看不出来，我比他厉害多了。别闹，你当什么兵？玩我是吧？我们比一场，要么答应我，否则你必须给我介绍信。你要跟我动手？什么？你不敢？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特种兵，这点毛胆都没有，我鄙视你！口气不小，好吧，我就跟你玩一玩，不过一会摔疼了，不许哭鼻子。我先让你3招，来吧。等把你打趴了，别觉得丢面子，让你知道什么叫阴沟里翻船。这个小家伙的力气怎么那么大？参谋长，不好意思啊，我表妹太调皮，等回去了，我一定好好教训她。她输了要满足我的要求。闭嘴，参谋长那是让着你，不跟你一般见识好吗？范天雷耳朵都红了，赶忙从公文包里拿出介绍信给叶寸心。你这个小妹妹了不起，等长大了可以考虑让她去当兵。另外，这封信是我推荐你去军区的。给我的，太好了，我终于有机会当兵了。太多人了，赶紧留。哎，你个老六，我的介绍信呢？我一个10岁小孩姐却一心想去当特种兵，没想到老爸知道后不仅没有反对，反而觉得10岁的女娃娃当特种兵很合理。女儿，你真的要当兵啊？这个好，有志气。不过你现在还小，怎么当兵啊？别生气了，先好好读书，等长大了再去当兵。这个月我给你2万的零花钱。3万，3万还不够啊，那就5万。不愧是我女儿，好吧，一个月10万。行，我现在就要，记得打我卡上。20倍常人的力量，果然可怕。宿主要完成主线任务，必须离开这里，进入军营再说。行，明天就把表姐的介绍信和火车票拿走，开始离家出走。孩儿立志闯多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的，人生何处不青山。这个小孩牛逼啊，背这么大的背包，装了不少东西吧，厉害。应该还是个小学生吧，这么小，力气变这么大，以后长大了还得了？小朋友，我来帮你吧。谢谢叔叔。中年人本想一手提起背包，可是右手一抓，竟然一只手提不起来，赶忙2只憋住了一口气，这才把背包放到行李架上。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背这么重的包啊？你这是要去哪？去当兵。当兵？小朋友，你真会开玩笑。叮咚，恭喜宿主进入军中绿花主线任务，准备加入特种兵，获得无敌视力，成为10里鹰眼。牛逼，比高倍望远镜还牛逼的存在，今后再配合自己的无敌枪术，岂不是如鱼得水？绵绵渐渐收回目光，眼睛略微一亮，看到不远处3个青年人正背着行李过来。这不是何晨光、王彦斌、李二牛他们也来参军了？我去，表姐怎么那么快就追来了？我妈上来了，我下去上学了，叔叔再见。二牛，你看那个妞漂亮吧？确实漂亮，可是俺觉得还是我们村的翠花更漂亮。又说你的翠花，你看这妞身材多好，前凸后翘，模样又俊，要是能做我女朋友多好。何晨光，你说她是不是也去当兵啊？我怎么知道？她脸上又没写着参军2个字，不过她要是穿上军装，肯定也很好看。哥哥，你是不是在说我姐姐漂亮？她是我姐姐，她刚才对我说，感觉你挺不错的，让我传给你一句话，想认识你，觉得你特别帅。当真？我都说我长得帅吧，难怪今天早上院子里喜鹊不停的叫，原来是我的桃花运来了。二牛，等着看我怎么教你泡妞吧。人呢？你是不是小女孩的母亲啊？好年轻，她自己回去上学了。你这个当妈的怎么不看好她？在胡说八道，我揍你！你这人怎么这样？我是好心提醒你，你的小孩还小，让他背这么重的东西，对他的成长也不好。我连男朋友都没有，你在胡说八道！别以为你是男人，我就不敢搭你。
一直留意叶寸心动静的王彦斌一听，眼睛顿时放亮。哥们，你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还用这种土鳖的法子跟漂亮姑娘套近乎？你差不多可以当人家叔叔了，像老牛吃嫩草嘛。谁老牛吃嫩草了？别血口喷人，把你手松开！你这点本事，还想在我面前装逼？再骂一句，信不信我把你丢出车厢？你好，我叫王彦斌，对付这种老流氓就得来点狠的，不然不长记性。放开那个大叔吧，我们只是误会而已。你自以为是，出手打人就不对。这剧本不对啊，不是说他姐看上我了吗？怎么是这样的态度？叶寸心急忙下了车，四处寻找，还是没看到绵绵身影，最后脸色难看的离开了。绵绵看叶寸心离开了，吭哧吭哧又返回到车厢，还是一脸淡定坐在原来的位置。刚才什么情况？连大哥哥你都敢骗？信不信我揍你？王彦斌把手伸向绵绵的后颈，绵绵的动作却比王彦斌还快，反手一抓住他，抓来手腕，直接把他压在台面上。小兔崽子，赶紧松手，不然我要还手了。你要是能站起来再说。小兔崽子，你到底什么时候松手？哼，道歉认错先。要我道歉？没吻。那你就这样待到下车吧。2个小时后，火车终于到站，王彦斌走路的脚都还在一直抖。小屁孩，你跟着我们做什么？路又不是你家开的，想打架直接说，我奉陪到底，否则别在我面前吭声。哼！前往东南军区的西人，请到这边集合，就差你们几个了。上车，准备返回军区。小朋友，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里是部队的军车，是要去当兵的，懂吗？我就是去当兵的呀。参加特种训练第1天，10岁的小孩姐就强得可怕，2个半小时就做了1万个引体向上，甚至用1根手指就能做2万个俯卧撑。欢迎你们来到铁拳团，我是负责这次考核的教官，你们可以叫我老黑班长。现在开始报名，从右边开始。报告，我叫何晨光。错，从踏入军营的这一刻开始，你是菜鸟，没有名字，你们都是菜鸟。说我是菜鸟。报告，我是菜鸟。报告，我是沈绵绵，不是菜鸟。谁是沈绵绵？老黑顺着刚才的声音看去，只看到在后排最后一个出现一个小小的身影，低头才能看清楚。哪里来的小娃娃？出来！报告，我叫沈绵绵。你是谁家的？怎么来的？报告，我是来当兵的。当兵？你想当兵就当兵，谁让你来的？范天雷教官让我来的。参谋长。老黑疑惑地接过介绍信，仔细看几眼，确实是军区介绍信，落款正是范天雷的大名。参谋长喝酒了，脑子进水了，让一个小孩来当兵。殊不知是因为范天雷写推荐信的时候没有写上名字，这才给了绵绵钻空子的机会。俺的妈呀，这么小就来当兵，厉害，比俺小时候的志向强多了。他来当兵好像还有后台啊，以后部队里我不成了笑话。这小孩真是来当兵的，不会是军区某位领导的私生子来军营体验生活的吧？原地休息10分钟，你站着，哪也不许走。老黑急忙走到一边，掏出手机拨通范天雷的手机道：参谋长，你是不是开了一封介绍信，推荐一个熊孩子来我们铁拳团参军？老黑，我告诉你，他不简单身体素质相当不错，而且身手也很好，一个打好几个都没问题。这是我好不容易才发现，你必须让他入伍，而且他是清大的，明白吗？比你这个没有文凭的大老黑有前途多了。参谋长，我没那个本事，我不要。老黑，你再说一遍。这个兵我不要。老黑，我以参谋长的身份命令你，先给他试一试，他的本事我见识过了。你要是不相信，你亲自考核。军区里准备成立一个特殊的特战队，目前在筹划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苗子，先搁在你这里了。参谋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能厉害到哪里去？我知道你去给小屁孩搞军训，面子过不去，可是也不能弄一个熊孩子来军营啊。他怎么不行呢？当年你进入部队的时候，能大到哪去？别跟我说那么废话，必须让他通过，这是命令。范天科，你这个王八蛋，拿身份来压我，这么荒唐的事也做得出来，不是存心找我出气吗？等着瞧，糊弄我是吧？小不点，你过来。报告，我叫绵绵，不叫小不点。可以啊，有点意思。行吧，让你先进入队伍，训练一下，看能不能通过入伍考核。事先说好，你虽然有推荐信，但是如果你的考核不达标，我同样不会同意你入伍。报告，教官，我一定会以最优异的成绩
完成各项考核，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绵绵鼓足了声音，虽然有些稚嫩，但是给人透着一股自信。有志气，很好。考核的第一个项目，越野5公里，20分钟，合格。听清楚了吗？清楚了。开始。老黑的话刚落，只看到一个人身影从人群闪出，第一个冲在最前头，其他的新人刚反应过来的时候，绵绵已经跑出10多米了。这样的反应速度可以呀。可是接下来老黑彻底惊呆了，1公里、2公里，绵绵依旧是领头羊，所有人都在他后面吃尘土，而且差距越来越远。乖，这也太恐怖了吧！可是老范这家伙大胆也忒大了点吧？就算天赋异禀，弄到军区来，就不怕人家家长过来找人？都是些菜鸟，连个小娃娃都跑不过。现在改变考核项目，10公里越野，谁完成不了，直接没饭吃。何晨光只顾着往前跑，所以没有留意到绵绵在倒着跑，没一会就追了上去。你的身体素质可以啊，应该有常人2倍左右，很不错了。不过和我比起来，你还是差了许多，我最少是3倍。吹什么吹？说我吹牛，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绝望。老实在我后面吃屁股灰吧。欺人太甚！大受刺激的何晨光小宇宙终于爆发，双腿骤然发力，冲刺，发誓追上绵绵，一定抓起来打屁股。越来越有意思了，范天雷去哪找的这么逆天的？还真有少年兵王的潜质。我去，他是小铁人不成？这种情况下还能提速？人家确实有本事，力气大，耐力也大。不行，俺的努力不能被一个小孩看笑话。这帮新人终于被刺激到了，放他在这里也有点意思啊。10公里后，绵绵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终于来了，我都快睡着了。老黑看着一帮几乎半残的新人，只有绵绵那副小个子，傲然挺立，精神饱满，挺着小肩膀。教官，你的训练太简单，下次得增加难度。必须找团长汇报才行，范天雷给老子出了大难题啊！参加特种训练第2天，10岁的小孩姐就单挑3位兵王，本以为会被何晨光3人暴揍，没想到小孩姐仅用一招就把3位兵王全部了。起来，这是我的床。嘿，这位兄弟，醒一醒，你睡错位置了。今天这小屁孩在训练场上出尽了风头，很生气啊！老子就不让这个床位，看你能怎么样？哼，我让你抢我床位！你这小王八蛋，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这是怎么回事？首长，这就是我和你说的沈绵绵，这小子有点本事，您可以先看看。兄弟，跟一个熊孩较真，传出多丢面子。他要打你1巴掌，你试试能不能忍？不教训这小王八蛋，老子就不叫王彦兵。你想丢脸，划开一条道，我们比划比划。有胆量，今天我替你的父母教训你这个不懂礼貌的小娃娃。你抢了我的床位，故意装睡，是你不对在先，想教训我，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在火车上的事又给忘了，备好了伤疤忘了疼，要我教训你，2个手指就能压得你起不来，要是起得来，算你是英雄。放屁！王彦兵也不废话，冲向绵绵，没想到绵绵身子极为灵活，一个侧身，小身板从王彦兵的双手中划过，同时脚下一撩，反手推向王彦兵的后背。还没等王彦兵起身，绵绵的小身影窜到王彦兵身侧，2根小手指正好压在他的后背。说好2个手指，就2根手指。王彦兵只感觉后背传来巨大压力，仿佛压了1000斤重担，双手猛然用力，挣扎起身，可是脸涨得通红，怎么也起不了身。放开我！刚才老子没注意。哦，再给你一次机会。绵绵松开手指，王彦兵刚一起身，却见绵绵2根小手指又往他后背一压，一声又把王彦兵给撂倒了。这回你还有什么好说？我说过2根手指，没骗你吧？等再过段时间，我1根手指就能压住你。2只手指压住人高马大的王彦兵起不了身，这得需要多大的力气？难道是唐朝的李元霸转世不成？首长别急，还有惊喜。怎么说？等会您就知道了。二牛，过去帮忙。俺干不过他，上去帮忙也是白搭。你正面出手，我在一边偷袭，有很大机会。那行吧。李二牛向来听何晨光的话，像一头蛮牛横冲直撞，眨眼撞到绵绵的跟前。绵绵好像都没有察觉，众人都以为绵绵这一撞，估计得撞飞出门口。可是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人目瞪口呆。李二牛准备撞到绵绵的时候，电光火石之间，绵绵伸出左手，
一把拉住李二牛推过来的左手掌，猛然向下一压。李二牛只感觉左手犹如千斤压力，李二牛心中骇然，后背仿佛承受千万的重量，动都没法动。俺的妈呀，这力气忒大了吧！何晨光奔至绵绵就左侧，一记直拳袭向绵绵的小心口。眼看这一拳要砸在绵绵身上，只见绵绵这个时候击出左拳，选择跟何晨光硬碰硬。他输定了。可是下一秒，啪一声，何晨光身体受到剧烈撞击，后退狠狠砸在旁边的铁床。现场突然变得寂静起来，空气都好像凝固了。所有人齐齐看向绵绵，绵绵还是小脚踩着李二牛，两根手指压着王彦斌，身形晃都没晃一下，左手对着发愣的何晨光勾了勾手指。好霸道的力量！何晨光真想发起第二次攻击，只听到一个低沉的咆哮声：“你们搞什么？集体斗殴吗？不像话！你们三个怎么回事？三个大人欺负一个小孩子，算什么本事？力气都是用到这个上来了。到底谁欺负谁啊？分明就是我们被欺负。你们精神真是好啊，大半夜的不睡觉，看来白天训练强度还不够。很好，除了沈绵绵，其他人出去围个训练场跑10公里，跑不完不许睡觉。”等所有人都走出去了，康雷目光再次打量在绵绵身上，小胳膊小腿，一张稚嫩的脸蛋，又透着一股无比的自信。你叫什么名字？报告，我叫沈绵绵。今年几岁了？10岁了。你这一身的本事怎么来的？我是武术世家的弟子，我来这里是入室。少来忽悠我，说实话。报告，我是来当兵，这是我小时候的志向。口气不小，知道当兵是干什么的吗？当然是保家卫国。思想觉悟够高。首长，您应该是这里最大的吧？我要是打败你，是不是能留下来？说吧，你挑哪一种？射击还是格斗？混蛋！你先打电话回家，给家里报平安，你父母肯定急了。如果没有见到绵绵之前，康雷第一个念头立马弄走。可是接触发现绵绵挺有意思，很合自己的胃口，再加上他出人意料的战斗能力，再有之前的训练成绩，心中忽然萌发一个念头：如果他家里人同意的话，让他留在军中锻炼1年半载，不是不可以。老头子，是我，绵绵。他平时都是这么跟他老子说话的。你跑哪去了？急死我们了！你现在在哪？你爸妈担心死了，你知道吗？你现在在哪？我立刻去接你。妈，你哭什么呀？成熟一点好吗？别哭了，我不是留信给你们了吗？你让老头子接电话，我有事跟他商量。绵绵，你现在在哪？在军区，我要当兵。当兵？你才多大？别胡闹！你在哪个军区？我立刻安排人去接你。你现在还小，主要精力是上学读书，知道吗？当兵的事等你长了，老爸绝对支持你。再说了，你那么小，军区肯定也不同意你入伍啊。爸，你怎么知道军区不收我？我年龄虽然小了点，可是我的本事一点不差，凭什么不能当兵？现在不合适，别闹了，赶紧说地方，我去接你。唉，说不通是吧？好吧，我们就打个赌。你不是一直觉得我胆小怕事，不是小女子汉吗？正好了，军区已经录取我当兵，让我服兵役1年，我给你光宗耀祖，名扬天下。我让首长跟你说话。领导，我爸要跟你确认。我是铁拳团的团长康雷，你好，你女儿绵绵现在确实在我们军区，这一点你大可放心。既然你同意她留在军区，你们军区必须确保她的安全，我就同意我女子当兵。同时，我将以个人名义捐款10个亿给铁拳团支持国防建设。10个亿，卧槽！陈先生，军民一家亲，你能有这份心意？不过捐赠就算了，至于绵绵的人身安全，我只能说尽力。康雷的话刚落，那边便挂断了。我说领导，你有点志气行吗？我一个孩子都千里迢迢来参军，人家小八路入伍都有，你还有什么担心的？那我问你，你的衣服怎么洗？还有其他生活方面的打理，你会不会？我3岁开始洗衣做饭，4岁开始我父母的衣服都是我洗衣的，5岁就打工赚钱供我爷爷奶奶上小学了。你想想，我一个孩子能从东海市自己坐火车到军区，你说我不会自己料理自己？你把宿舍里的人都得罪了，你不怕他们合起伙来一起欺负你？那几个大兵头，算了吧，他们几个要是敢惹我，
我见一次打一次。行吧，那就先让你试试1个月的试用期，要是你能坚持下来，我就让你在军队待着。哦 ，yes。参加特种训练第3天，还没枪刀的小孩姐就开始参加射击训练。本以为会被几位兵王狂甩几条街，没想到小孩姐2秒半就组装好了一把狙击枪，随手一枪就能打中8000米外的标靶。今天大家开始训练枪械。哦，太好了，终于可以玩刺激的了。以前老是玩吃鸡，现在终于能玩到真家伙。不知道是何种枪械，狙击枪、冲锋枪，要是能有沙漠之鹰最爽。不就玩把枪吗？有什么好兴奋的？这是92式手枪，5.8毫米口径，采用钢芯弹头，外形尺寸和内弹道与 Pala 手枪弹相同。新手枪既可以使用新研制的钢芯弹，又可以使用 Pala 全新手枪弹。随想表现一下拆卸和组装。老黑的话刚落，绵绵立刻举起他的小手，何晨光也快速举起手。何晨光举手也就罢了，沈绵绵举手干什么？不是瞎胡闹吗？这是玩枪，不是跑步，完全是2不同的概念，知道吗？绵绵，你会？我是军人，军人怎么不会玩枪？既然如此，你就和何晨光比一比，谁的手速更快？何晨光，你先来。是。何晨光来到专门的桌子前，直接抓向结构最复杂的狙击枪。狙击枪，何晨光，狙击枪的机构是所有枪械里面最复杂，你确定吗？报告，我确定。开始。只看见何晨光利索拆下望远镜、消声器，众人惊愕地发现，他的动作非常的流畅娴熟，而且技艺好的新兵发现何晨光拆卸的工程和老黑的顺序是一样的，好厉害！如果是第1次拆卸，能做到这样的地步，了不起！他开始组装了，你们注意看没有？他每次拿部件都没有错，从开始摆放的顺序到重新组装的顺序，好像了然于胸。总共时间50秒。哇，这样的速度，我估计再练上10天，估计也做不到。我步骤都没有记住，他以前应该是练过的吧？众人一路羡慕不已。李二牛和王彦斌朝着何晨光竖起大拇指。这么快的速度，看这小屁孩还怎么追？绵绵，你还继续吗？不就狙击枪吗？我也会。就这把吧。他也选狙击枪，没有搞错吧？8成是以为简单啊，等着看笑话吧。开始。老黑声音刚落，绵绵拿起狙击枪，2只小手同时进行，左右开弓，手速竟然比何晨光还快。那2只小手左右晃动，令人眼花缭乱。只听到狙击枪的零部件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情况？手速明显比何晨光要快得多，而且整个过程犹如行云流水一般。我靠，这是什么速度啊？多少秒？没有数，可是我眨几次眼功夫，他就已经把狙击枪拆卸了。保持镇静，拆枪容易，可是组装就要难得多。这速度已经达到一流狙击手的速度，见鬼了！可是接下来的一幕更让人瞪大了眼珠子，绵绵组装的速度丝毫不比拆卸的时候慢。完毕！一个稚嫩的声音喊道，所有人这才回过神来。你以前摸过枪？我小时候经常拆着玩，这个玩意与玩具枪也没什么区别。教官，你快说我用了多少时间？47秒。哎，慢了。比何晨光少了3秒啊！他还说慢了，这还是人吗？现在开始训练射击。绵绵，这次是实弹射击，这把枪的后坐力很强，加上你比枪都高不了多少，我怕你的枪口一不小心对着自己的同志，所以这次射击你在一边看就行了。另外，就算是你会射击，神枪手4连也不会要你。等过了这个暑假，你也差不多该回去上学了。老黑这么一说，周围新兵便舒坦多了，差点没有笑出声来。终于打击了他一次了。这里跟你们透露一个信息：10天后，神枪手4连开始选拔最优秀新兵加入神枪手4连，你们每一个都有机会。当然，神枪手4连选拔条件相当苛刻，其中有一项就是射击。这么跟你们说，神枪手4连每一位战士都是神枪手。教官，看不起我是吗？我挑战这里所有人，要是我输了，我立刻回学校读书。小屁孩，你会开枪吗？这可不是你家里的玩具枪。谁敢跟我比比？口舌之争，没意思。一帮人顿时都给问住了，毕竟他们也没打过真枪啊。报告，我可以跟他比一比。准了。自己扬眉吐气的机会终于来了。这1个月的体能训练被绵绵压得死死，现在终于到自己的强项。1000米采旗，一枪
看谁能打断。 1000米踩旗杆，那只能模糊的能看到一点影子吧？这都能打到，不是开玩笑吧？只看到何晨光拿枪扑倒，瞄准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哪里像是新兵啊？1000米的彩旗闻声而倒。那要是换上我，别说1000米，100米未必能打得到，打中彩旗差不多。绵绵小同学，现在到你了，试试吧，要不要我去把彩旗移近一点，让你更好打一些啊？ 哼，你们就看着吧，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枪法。1000米的距离，绵绵的十里鹰眼，一眼望去，细细的彩旗杆变得清晰无比。把枪一抬，连卧倒姿势都没有，准心都没有瞄，便扣住了1000米彩旗应声倒地。本来还等着看笑话的新兵，嘴上的笑容还没有散去，一秒立刻变成惊愕的表情。什么情况？他连瞄准都没有，而且是抬头端枪射击啊，居然给打中了！我可是拥有无敌射击术。 加上10里鹰眼，1000米这么短的距离，要是都打不中，那才是没天理了。绵绵，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小时候经常在公园里打气球练出来的，1000米的距离马马虎虎。练打气球和玩真枪能相提并论？好吧，你自己练习准了。 绵绵走回队伍，何晨光脸色起伏不定，本想着扳回一局，可结果绵绵抬手一枪，甚至都没有瞄准，就打断彩旗，彻底没了再较量的底气。这段时间努力训练射击，希望10天后选拔考核，希望你们有人能够脱颖而出，成功加入神枪手4连。彦兵、二牛，你们两个挺好了。加入神枪手4连是进入特种兵前的第一个台阶，所以打起精神来。我希望我们3人都能一起进入。肯定会努力，我就是我特种兵而生的。 俺比较笨，死牛头，这就想放弃了。你想连射击都输给绵绵那个小不点，羡慕吧？我们几个要去神枪手4连了，以后还要当最强的特种兵。你呢？射击再强也没有用，人家是不会要你的。等你长大了再来吧。叮咚，军中绿花系统发布主线任务：宿主想办法加入神枪手4连，将会获得经验值奖励。蚂蚁终极基因改造任务失败，只发育。 终于触发任务了。王彦斌看绵绵愣住了，像是被打击到了，越发的得意。终于能够看到这小子憋屈一回了，是不是想再打一架啊？不就神枪手4连吗？我还真就不信，老子进不了。10岁的小孩姐竟是天生的兵王圣体，5000公里的负重越野说跑就跑，而且在格斗技术上也是吊打一众成年士兵，就连射击也是随手就能百发百中。然而就是这样无敌的他，却被神枪手4连拒之门外。 今天开始神枪手4连的考核选拔，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看到那里没有？1200米10枪，只要你能打断9根彩旗，你就是神枪手4连的一员。现在考核正式开始，蔡小坤出列。这么远的距离，10发子弹打断9根，这样的难度也太高了吧？这光入选考核都这么难了，难怪神枪4连的每一个成员都这么厉害。这么简单？蔡小坤连续10枪没中，下一个何晨光。只见何晨光第一枪就打断了一根彩旗，接着连续8枪，全部打断彩旗。终于发现一个不错的苗子。报告，讲1200米太容易了，我要挑战1600米。何晨光，你确定吗？别看1600米与1200米只是相差400米，可是要击中目标，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空气的湿度、风向、风力等等都要考虑在里面。而且1600米距离看都看不清楚，更别说打中杆子。何晨光这么有把握，看他那么自信的样子，我看有点悬。反正也没关系啊，他已经完成考核，现在放手一搏，估计是想给团长留个好印象。有点意思，老黑，让他试试。我就喜欢敢拼的士兵，不管最后能不能做到，但自己努力了，这就是一种魄力。何晨光得到许可之后，重新趴回去原地。1600米的彩旗已经放置完毕，空气湿度大概25，东南风，风力4级。何晨光不断观察、判断风力、风速等等，这些都是他考虑子在内。现场顿时静悄悄的，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何晨光身上。我都快要睡着了，不就1600米的距离吗？至于要瞄准那么久吗？就在这一时刻，1600米的彩旗闻声而断。不错，不错，终于找到一个不错的苗子，很有当一名优秀狙击手的潜质。老黑，这个兵我要定了。
报告，我有话要说。康团长顺着声音看去，只看到一个全副武装的绵绵站出来，一下子有点傻眼了。老黑，这是怎么回事？团长，你忘记他了吗？1个月前那个小家伙，你亲自下命令，可以留他下来试试的。好像是，我都忘记了。抛开这个事实，他不能参加考核。神枪手4连不是新兵营，不是闹着玩的。哈，都胡闹1个多月了。你是不是认怂了？都不敢让我把话说完。瞎胡闹！你说何晨光他瞄准太久了，敌人又不是苍蝇，这么大个人，另外他们又不是石头，定定的站在哪里不动，怎么可能让你瞄这么久？那你说什么样才算快啊？10秒钟以内，马虎还过得去。你这小娃口气不小啊！10秒钟，你懂得1600米外的远距离射击需要考虑到的因素吗？小家伙，回去吧，在旁边看看就行了，别瞎掺和。这样，要是我打2000米踩旗杆，要是打不断，我认输，不进神枪手4连，麻溜的滚蛋回家读书去。好啊，你要是这真能打中2000米外的彩旗杆，我让你加入神枪手4连；打不中，我让人打你屁股。一言为定。怎么可能打得到？1600米的距离已经是肉眼视线的极限了吧？现在2000米能打得到才见鬼了！在众人一脸疑惑中，绵绵握紧步枪，迈着小步子跑向射击点，一个利索俯卧，顺势拉出步枪，架在沙袋上，整个过程极为流畅。好标准的动作。团长，你要是跟他相处越久，会发现个更多奇怪的事情。绵绵调整呼吸，右手食指扣住扳机，左眼瞄准，快速的调整角度，控制呼吸节奏，达到一种人枪合一的境界。阵风3，湿度25。一连串的数据在绵绵的脑海中闪过，整个过程看似漫长，其实在绵绵的脑海中只是一眨眼的功夫。2000米的彩旗应声倒地，这都能打到，运气也太好了吧！乖乖，这个小不点，你天了不成？团长，我赢了，可以进入神枪手4连。什么？团长，你不会是想耍赖吧？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在其他部门锻炼可以，去神枪手4连不合适，等你长大了再来。团长，你说话不算数，一口唾沫一个钉，军人说话都不算数，老子看不起你！哼！老黑呀，如果他再长大一点，我肯定让他加入神枪手4连，可是现在当真不合适。团长，他这个年龄入伍都不合适，别像那些招新的了。团长，晚上我订个包间，整点二锅头啊！嘿嘿。原来团长喜欢这个啊！下午考核完毕，在返回的路上，康雷看到在路边的草坪上，绵绵的小身板，手抓着一瓶49度上等二锅头，不时猛地往自己嘴里灌。沈绵绵，你怎么回事？你不用理我，我要一个人买醉。绵绵说着，小手中的二锅头往小嘴里一灌，又是一大口，好像49度的二锅头是白开水。胡闹！你一个小朋友喝什么酒？10岁的小孩姐为了加入神枪手4连，直接陪着领导狂炫50斤白酒，没想到拿到的却是神枪手4连的炊事班通知书，这可气坏了10岁的小孩姐，直接一脚踢倒了500人的大神。你好好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团长，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真不想读书，而且这辈子我都不会读书了，只想当兵。我觉得只有在军营，我才能找到发挥我长处的地方，所以我要当兵。团长，不瞒您说，我家里很有钱，上百亿的家产，可是我不想这么回去继承，一点挑战都没有，有什么意思？别看我还小，可是我的理想不小。感情这小家伙还是个金主啊，上百亿的家产，几辈子都不愁吃不愁喝，还上是什么学啊？团长，来碰一个。别闹，我是绝对不会喝的。味道够纯。几口烈酒下了肚子，康雷也渐渐放开了，对绵绵也是越来越好奇，这小子也越来越对自己的胃口。你的狙击术是怎么练的？团长，我真心喜欢当兵，一点没有骗你。你知道我着迷到是什么程度吗？为了练枪法，我是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用上了，天天去公园打气球，打出来的手感，团长干了。渐渐的，康雷有点喝高了，
已经开始和绵绵称兄道弟了。绵绵看似也是醉了，可是脑子里其实清醒得很。绵绵老妹，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也特喜欢当兵。绵绵看着醉醺醺的康雷，小嘴角微微一笑。团长，其实我知道您的难处，咱不说那么多了，都在酒里，干了。又是连续几大口，绵绵瞧着差不多了，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录音笔，轻轻摁动按钮，开始录音。康雷团长，我新兵沈绵绵要加入神枪手4连，你要是同意，我们就干了。干了，谁后悔谁是孙子。康团长一言九鼎，绝对不会骗我，干了。嘿嘿，干了。贪杯误事，贪杯误事。绵绵，你醒醒，醒醒！团长，你醒了啦？你没事吧？没事，我精神得很，随时都可以去神枪手4连报道。等等，你刚才说什么神枪手4连？是啊，你答应我，让我进入神枪手4连，我才跟你喝了酒。胡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康雷团长，我新兵沈绵绵要加入神枪手4连，你要是同意，我们就干了。干了，谁后悔谁是孙子。没有这回事，里头不是我的声音。哼，团长，你不承认是吧？我回去给军区的每一个人播放一次，让他们听听是不是你的声音。这小子心机这么重了，分明就是挖好了坑，让老子往里面跳。说的话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军区里面跟一个小屁孩拼酒，这件事情要传到上头的耳朵里，不包自己一身皮。这件事行吧，你先回去等通知。是，谢谢团长。自己怎么就栽在一个小屁孩的手里了？好你个康雷，搞了半天就让我进神枪手4连的炊事班是吧？我是炊事班的班长，大家都叫我老马。你是新来的吧？报告班长，李二牛前来报道。新人，把行李放好，过来帮忙洗菜。炊事班都是神枪手，但是洗菜干会一样是神速，这叫两不误。不是说有2个人吗？怎么只见你一个？报告班长，沈绵绵前来报道。怎么是个小女娃？算了，先把行李放好，赶紧来帮忙。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战场，动作一定要快，就像神枪手一样。对姐，还要准。时间一晃，3天过去，李二牛每天都在后厨洗菜，绵绵就头一天来报道，活一点没干，结果就不知道跑哪了。这简直就是无敌小钢炮啊！幸亏自己这几天没把这小子骂得太凶，不然他一恼火，给自己一脚或者一拳，自己不死也是重伤啊！不行，必须把这枚定时炸弹弄走。报告团长，这几天我们班来了一个小变态，每天不帮忙干活也就罢了，天天往小树林里跑，说还不听。刚才我忍不住去小树林里找他，发现他就是一个小变态，小脚小拳可以打断树干，身体上的力气大得惊人，连树都能拔。台长，我们后厨庙太小，您赶紧将他弄走吧。老马，这样吧，以后你就别去理会他，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别说是你哪里，我这里来之前的2个新兵，在新兵营里都是数1数2的，还不是天天被他揍，轮流帮他洗衣服，洗了1个多月。他来到你那里，只是跑进小树林里打拳，没有招惹你，你得烧高香了。这么厉害？确实厉害，不然小年纪怎么让他加入神枪手4连？不过这小子就是个惹祸精，别去惹他，看着就行。放养，懂吗？先让他在你那待一段时间，我会想办法把他调走。那得赶紧啊！已经在协调中。另外，有士兵突击训练，记住随便找一个借口，别让他参加，否则后果会非常严重，知道吗？保证完成任务。10岁的小孩姐竟然在部队和士兵一起参加红蓝对抗演习，没想到小孩姐直接扛着手掌和2000公斤的装甲车狂奔800里，甚至一起达到了5000米外的敌方无人机。老马不是说今天没事的吗？怎么还拉警报了？绵绵急忙往回跑，跑到半路，发现李二牛急匆匆地跑过来。终于找到你了，士兵突击训练，全体参加。今天早上老马怎么不跟我说？我们快回去。2人一起跑步回基地，到了基地发现兵营里早已经是空荡荡，什么装甲车、坦
坦克、直升机等等，全都出发了。耍我是吧？我就是说，今天老康怎么对我这么好，又是糖果又是饼干，让我放心去玩，肯定是提前知道士兵突击的事，故意把我给支开，不让我去参加。肯定是康雷的主意，不想让老子参加是吧？老子偏要折腾出事来不可。二牛，你跟着我，我们一起去闯军营，不管看到什么人，我们先干掉。李二牛瞪大眼珠子，他的胆子可没有绵绵那么大，吞了吞口水。绵绵，虽然是军事演习，但是空包弹打在身上也疼啊，子弹不长眼睛，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军营里，安全一些。李二牛，你别那么怂行不行？你身上长那么多肉是干什么吃的？你怕打仗？你当啥兵？俺当兵没想过会有打仗啊，现在是和平年代，哪里有仗会打？怂样，你还想不想让当大官，回去娶你的翠花？做梦都想。光想有个屁用，打了胜仗才能升官，你懂吗？中，俺跟你干了，不过俺还有点害怕，有了危险，俺一定会跑。绵绵也不废话，带着李二牛去弹药库，每人背了一把95，还有2盒空包弹，然后朝着大部队开拔的方向跑去。团长，这次军事演习不知道红方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大行动，不知道。这次军演是我们连队对抗军区的雷电突击队以及狼牙特种大队，看谁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最先完成斩首任务。我们上一次已经输给范天雷这个老狐狸，这次绝对不能再输了。是，团长。听说这次雷战从外国培训回来，并把最先进的作战技术在团队中进行训练，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哼，管他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跟老子交手，只有手底下见真章。怎么，你怂了？我们铁拳团只有战死的兵，没有认怂的兵。这还差不多，不过这一点你倒是提醒了我。雷电突击队在雷战的带领下，这块硬骨头会更难啃，打赢他们确实有难度。到底什么情况？谁搞的恶作剧？在这时候，两人忽然感觉身体像火星，看到车头一点点的升起，这一幕可把驾驶员给惊住了。怎么回事？快下车！只见绵绵子背着一把跟自己差不多一样长的95步枪，一双小手扎起马步，硬生生的把车头抬了起来。逆天了，这辆军车起码也得2000斤，他居然能双手抬起来。沈绵绵，把车子放下来！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绵绵鼓起小腮帮，一脸怒气的对康雷：好你个康雷，躲着我，故意把我丢到炊事班很爽，是吗？康雷一脸尴尬的表情，这件确实是自己理亏，想来都是贪杯的错。现在看到绵绵恼火的凶样，知道难收场。沈绵绵，这是首长，别胡闹！你闭嘴，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没准这个主意还是你出的。现在连士兵突击都不让我参加，是吗？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突然，巨大的爆炸声不断传来，包括钢弹、弓箭被爆炸覆盖，顿时众人冒出一团青烟。麻痹的，肯定是特种兵干的，又是呼叫火力定位，无限火力覆盖，这谁顶得住啊？老康，我抬你车子，就是想让你们赶紧下车，还是慢了，你们已经被对方定位了。还有，上次喝酒当了孙子不认账，活该啊！康雷等人火冒三丈，可似乎绵绵的火气还更大，指着康雷继续说道：我好好一个是大力士、神枪手、新兵营第1人，你 TMD 把我丢进炊事班，刚才要是相信我，你们都不会阵亡了。行了，你说的是真的，那么紧张干什么？小家伙，你好像什么都懂啊！我们好歹一起喝过酒，你去给老子报仇，以后我给你为所欲为了。每次演习都是这样，自己堂堂钢铁拳团团长，结果军演才刚开始就被老范他们斩首。要是这小家伙能给我报仇，也不是不行。也就这个时候，高空中响起嗡嗡的声音，一架无人机在他们头顶弹起。果然是他们，范天雷又来这一招。上次他就是靠无人机完成斩首任务，他是仗着高科技啊，我们就是吃这方面的亏。可不是，无人机在高空，体积又小，移动灵活，根本没法把它打下来。哼，说来就是气人，你这个神枪手4连的指导员是怎么当的？怎么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兵，把他一枪打爆了，让范天雷那个老家伙天天在我们头顶拉屎拉尿？团长，您这不是为难我吗？全军恐怕都没有人做到吧？康团长瞪了一下，
他又何尝不清楚，这么远的距离，又是在高空中，想要狙击，需要考虑的空气对流、湿度等等太多了，只能是对着天空一阵乱射，全凭运气。每次都受这样的窝囊气。人不行就人不行，那么多借口，看我的！有个屁用！下一刻，轰一声，高空中无人机在高空中爆开了，像是一团半空中灿烂的烟火，极为的醒目。团长，他该不会是蒙的吧？你蒙一次试试。那天神枪4连挑选考核你不在，这个小家伙一枪打断2000米彩旗旗杆，瞄准的时间只有3秒。这么厉害，团长，我们捡到宝了。这小子是有本事，可是也是个定时炸弹啊！小小刺头兵一个，对我们他都敢开枪，他还有什么不敢的？这还不是您老人家惹出来的事。早说这个小屁孩那么牛逼，直接放到训练部队不就行了？把他放到炊事班，按照小屁孩的心性，能忍到现在不错了。又不好当着团长的面说，不由得多看几眼绵绵。小小年纪就这么厉害，等长大了还得了？不行，等这次比赛结束，一定要把他调回到训练部队，刺激一下那帮老头条。叮咚，宿主开始军事演习模式，打爆无人飞机。恭喜宿主获得就无敌前行术。无敌前行术是将野狼一般敏捷的动作、猎豹般的移动速度以及宿主的实力鹰眼三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将宿主的潜伏能力达到生物的极限。10岁的小孩子演习上大展拳脚，不仅把美女主任绑进小树林严加拷问，还带着何晨光等人一路开挂，最后更是把狼牙特种大队的范天坑直接拿下。快把俺放下来！被人看到我被一个小丫头抗着跑，多丢人啊！跑这么慢，还好意思叫？别乱动，不然打烂你的屁股！刚刚那个好像是红军的唐心怡呀，不行，得把他拦下来。天哪，我刚刚看到了什么？一个小丫头扛着一个180斤左右的男兵，真是青天白日的见到鬼了。军区里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小大力士了？小朋友，你是不是迷路了？你是不是叫唐心怡？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是不是范天坑让你弄一套热能侦测仪器过来实战操作，追踪蓝军？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说过，属于机密。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你就麻烦了，我是蓝军，你别去红军那了。蓝军，你才大多大，还说自己是当兵的？别跟姐姐闹了，让开，我还赶时间。你还是没有听明白，你被俘虏了。说着，绵绵一马当先，迈着小腿冲向唐心怡，小手抓向唐心怡的手腕。唐心怡看小孩抓向自己的擒拿手有模有样的，越发的好奇，反手想抓向绵绵的小肩膀，没想对方动作非常灵敏，小身板向下一滑，避开了自己的双手。姐姐，你不是我的对手，你被俘虏了。唐心怡被压得动弹不得，心中骇然。你们这是在干嘛啊？二牛去找条绳子来，把他绑了。绑了？废话，他是去帮助红军，现在是我们的敌人，不绑他绑谁？快点，别磨蹭。小姐姐得罪了。你在这里待着吧，当演习结束了，我再通知人来救你。说着就拉着李二牛跑向山林里，搞得唐心怡是一愣一愣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绵绵，我们把女军官丢在那，不会有事吧？万一遇上坏人怎么办？有个毛屁事！你是不是瞧人家女军官长得漂亮，想抓来当媳妇吧？确实长得好看。傻样！绵绵，俺们这是要去哪？跟着就是了。一口气跑了将近5、6公里，两人来到一片山林，没想到神枪手4连的战士都潜伏在这片林子里休息，补充体力，同时查看地形，选择行军的路线。哟，小不点，这是做好饭，我们送饭来了。哼，我是来参加演习，不是给你们送饭的。做饭的，这里是打仗的地方，别来这里瞎掺和，赶紧回去做你的饭。再说一次，我是来参加演习，跟你们一样，都是战士。小家伙还挺执拗，你爱跟着就跟着，别拖后腿。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赶紧走，在这里待太久很容易暴露。你跟着我，别乱跑。这回绵绵像长了性子一样，不吭声了，低头跟着在何晨光的后面。众人穿过一片树林后，来到一片沼泽地。我之前打探到一个消息，红方准备让军区好像是游戏办的唐主任过来安装一种通过热能就能跟踪他人的高科技仪器，
如果这个消息确认，我们所有人都得暴露。这怎么办？我们的行踪一旦暴露了，还怎么完成斩首任务？我刚才想到一个主意，这种热能侦察探测应该是通过监测人体散发出来的热量来判断位置。只要我们想办法控制自己身上的热量不外泄，它的仪器便失去效果。只要我们将沼泽里的泥巴涂在身上，便可以有效地隔绝身上热量的散发，它就找不到我们。有道理。其他人一听，也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所有人正准备往身上涂泥巴，穿越沼泽的时候，绵绵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转身就跑，准备绕开沼泽。沈绵绵，你干什么？回来！俺是他引路来的，懒得跟他一起走。二牛，你算了，不管他了。一群没蛋的废物，那个唐主任都被我绑了，瞎折腾。放屁，别听他瞎说。走吧，我们已经耽误不少时间了。在何晨光带领下，其他人也开始进入沼泽地，足足花费了半个多小时，众人这才穿过了沼泽地。可还不等众人有喘息的时间，突然一阵枪声传来，只看到四面八方都是生人，众人身上冒出一团团的青烟。卧槽，竟然在这里埋伏我们！怎么样，服气了吧？你们这帮蠢蛋，还真有人相信，全身涂得像鬼一样。是我让人放出消息，厅堂主任有专门通过热能探测的仪器，然后埋伏在这里，等的就是你们这帮愣头青。果然没让我猜错，肯定有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何晨光面如死灰，面对范天雷这头老狐狸，自己还是嫩了点，果然姜还是老的辣。王彦斌听到范天雷提到唐主任，猛然一想刚才绵绵最后那句话，没有来由的蹦出一句：别得意，你那个什么唐主任肯定没来吧？告诉你，被我们的人绑了，少来马后炮。难道他说的是真的？我说怎么一直等不到唐心怡带着设备前来，这才想到在附近临时设置埋伏，看能否捞几条小鱼。没见运气那么好，和陈光等人组建的神枪手4连的新锐成员全部撞枪口上。众人一看范天雷脸上突然异样的表情，一个个你看我，我看看你。那个小丫头该不会说的是真的吧？这么邪门！神枪手4连新锐小队被全歼。陈光他们被全歼了，和他们分开才过半个多小时啊，咋那么快被干掉了？我们回去找那些人，为新锐小分队报仇。李二牛一脸愕然，发现绵绵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一起训练的时候，绵绵都压着何晨光他们，私底下比拼了不知道多少，在新兵营宿舍里还一起干过架，怎么会想到给何晨光他们报仇？不相信？有点。告诉你，我是认真的。同一个部队比拼，那是相互竞争，但现在是跟别的部队打，那就得一致对外。干了我们战友，我们没理由不报仇。可是就俺们2个人，怎么帮他们报仇？对方能把整个小分队都给干掉，人数肯定不少。兵在精不在多，我们2个怎么就做不了？古人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要是这点胆量都没有，还当什么兵？二牛，你的胆子就是太小，关键时刻就认怂，以后你还想不想娶翠花了？中，俺确实有点怕，但是为兄弟2肋插刀，俺绝对干。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我们走。10岁的小孩姐竟是天生的狙击圣体，一枪就狙掉了1万米外的红兵参谋长范天坑，更是独自一人单挑整个狼牙特种大队。本以为是小朋友开玩笑，没想到他把狼牙特种大队的所有精锐全部在演习上淘汰出局。等一下，前方大概2000米有敌人。2000米？又是在丛林里，你能发现有敌人？你眼睛是望远镜啊？就算是望远镜也不成啊！这么密集树木，咋看？哼！你在怀疑我的判断，等着。只见绵绵在一块巨石旁边架起狙击枪，利用狙击枪的望远镜观察。你这是要打枪啊？好好看着，敢怀疑我的判断，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枪手。绵绵聚精会神，不断将距离推进，看到队伍中一人正擦着一把狙击枪，还带着笑意跟旁边的人聊天打屁。绵绵在注视到这名士兵的时候，忽然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危险。直觉告诉我，这个家伙不简单，得干掉这家伙。绵绵第一个念头，调整枪口的角度，通过感觉判断周围的风向和风速。就是现在。我中枪了！隐蔽，隐蔽，有敌袭！李二牛忽然看远处冒出一团青烟，顿时瞪大了眼珠子。我的妈呀，真的有敌人！一枪打中了，这得多远的距离啊？2公里！小妹妹，你真是神了！不要跟我说话，我要继续杀敌。打了一辈子的老鹰，没想到最后被老鹰抓瞎了眼，居然被人偷袭了。可是接下来还没等范天雷下命令，连续5次枪响，潜伏在自己周围的5名狼牙特种兵几乎在同一时间冒出一团蓝烟。
见鬼！从刚才的枪声来判断，明明是狙击枪的枪声，怎么连续射击打出冲锋枪的效果？铁拳团什么时候出现这么厉害的狙击手了？5、8号，你们从左右两边摸索过去，多准备一些小石头，投石问路。收到。彭善明，提起精神，我们2个人盯着，只要再听到一次枪声，就能判断出对方所处的位置。在另外一边，1800米外的距离，绵绵在10里鹰眼下，早就将那2名特种兵看得清清楚楚。二牛哥，你从侧边的森林走，尽量弄得动静大一点，越大越好。你刚才说什么？你叫我二牛哥？李二牛张大了牛嘴，眼珠子瞪得大大的。李二牛第一次听到绵绵叫他哥，整个人激动的都快要哭了。好了，等着。有必要这么激动吗？李二牛像打了鸡血一样，嘴巴里满嘴都是笑容，拿着一截粗壮茂密的树枝挡住自己的身体，然后按照绵绵之前指的方向奔跑，同时大喊大叫，像是一头发疯的野牛。绵绵端起枪口，静静地等待猎物跳起来。果然，在另外西边方向的狼牙5号和6号，在不断地丢出石头后，确认没有危险后，立刻爬起来，快速先前搜索。突然连续2声枪响，5号和6号后背冒出一团蓝烟。这都能被打到，我们2个几乎是同时中枪，难道对方不止一个狙击手？可是不对呀，铁拳团哪里来那么多神枪手？你发现了吗？见鬼了，没有发现，对方很狡猾，居然用另外一个人来干扰我们视线。另外，通过声音传播时间来判断，对方的射击狙击超过我们的视线范围，超过1800米的视力极限距离，这怎么可能？铁拳团什么时候出现这么厉害的高手了？这样的极限距离，连续精准打击目标，除非对方使用的是巴雷特 M95 狙击步枪，老康竟然藏着这么厉害高手，小看他了。我们还有机会，我去干掉他。陈善明并没有放弃，越是遇到这样的狙击高手，越是能激发他的斗志。我先干掉这个影响我们注意的小鬼。范天雷的目光再次集中到远处那个拖着树枝在树林里鬼哭狼嚎的家伙。李二牛确实搞笑，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来回不停地跑。范天雷慢慢地将枪口伸出一点点，打开保险，调整枪口的角度，对准大概800米处的李二牛，准备射击。突然一声枪响，把准备扣动扳机的范天雷吓了一跳。可恶，只差那么1秒，我就能干掉这头傻牛。可是我明明潜伏的那么好，只是露出一点枪口，对方也能发现，这也太夸张了吧！老康什么时候葬个了这么厉害的高手？另一边，陈善明终于找到了绵绵的位置。范天雷被狙击并有影响他的判断，快速向前移动，犹如一头穿梭在山林里的野狼，而且闪避动作非常到位，直接扑向绵绵的潜伏点。对方果然狡猾，一直潜伏在2大块大石头的后面，正好2块石头中间有一条缝隙，刚好够进行狙击，一个极佳的狙击位置。哪里来的小鬼？你很厉害，不过我知道你来了。你这是什么情况？都还没个枪高，你几岁了？这个不是你现在该考虑的问题，你信不信？只要你一抬手，你便阵亡了。小丫头，我问你，之前的枪都是你打的？这里还有其他人吗？范天雷在我手上已经输了2次，你厉害还是范天雷厉害？把狙击枪丢了。我很好奇，我去铁拳团的时候怎么没见过你？你想抓我是吧？怕得太久了，倒是可以跟你玩一玩。居然要跟我单挑，小丫头，你拖得有点大了。陈善明不管那么多，脚下猛然一踩，身体向下绵绵扑去，单手抓向绵绵右手，正是军中最常用的擒拿手。滚！同志，你牺牲了。逆牛，我输的心服口服。我很好奇，你的力气怎么那么大？能说说？同志，你现在已经阵亡，死人是不能说话的。这不是坑了自己好多回的小家伙吗？怎么是你？你已经死了，你身上的一切装备从这一刻开始都是属于我的。我是何志军，红军临时基地设立完毕，东北角方向。金雕，你立刻带的人立刻返回基地，不要单独作战。收到，请回答。小不点，你跟我解释一下，你怎么入伍的？谁批准你的？懒得理会你这个尸体，我先去端了你的总部，玩一票大的。二牛哥，我们去搞了红军的指挥部。参加特种训练第13天，10岁的小孩姐带着李二牛一路开挂，不仅把红军的指挥部给关掉，就连狼牙特种大队和雷神带领的雷电突击队也全部被10岁的小孩姐给全歼了。俺的妈呀，真的把红军的指挥部给搞了，一个都没跑掉。这里应该就是红方的临时指挥部了。我们怎么办？
他们人多，先隐蔽起来，等天黑再动手。真打算干啊？为什么不敢？大笨牛，你又认熊了？不是，可我们才2个人啊。怕什么？大不了被他们干掉。要是把他们首长给干掉，团长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就不用待在炊事班了。中，干了。观察了1个下午，绵绵基本摸清他们的换防情况。二牛哥，一会行动的时候你就跟在我后面，我干掉1个，你负责给我证明，不然我担心他们不相信我。行，没问题。同志，你已经阵亡。小屁孩，别瞎胡闹，我在执行任务呢。我们是蓝军，你确实是阵亡了，请遵守演习规则。我就这样被1个小丫头给干掉了。这个范天坑带着部队跑哪去了？还没有联系上吗？报告首长，可能是对方所处的位置信号不稳定，已经中断信息。继续呼叫，让范天雷立刻返回临时基地。有唐主任的消息了吗？还是没有联系上，跟游戏办的工作人员确认过了，唐主任早在3个小时前已经离开工作室，按照时间估算，早应该在1个小时前就应该到达了。奇怪了，派人去找。是。全部举起手来，你们被我包围了。哪里来的小丫头？这里可不是你过家家的地方。别看她小，但她可是我们蓝军铁拳团的主力。哈哈，就凭1个小丫头，还有1个大头兵，包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全部给我动手，拿下他们！收到命令的众人顿时一起冲向绵绵，没想到绵绵抬手连发几枪，精准命中，淘汰了他们。呼叫支援，呼叫支援！好了，首长，别呼叫了，你已经阵亡了，外面的人也已经全部被我干掉了。俺的妈呀，真的把红军的指挥部给搞了，1个都没跑掉。呵呵，老子是红军指挥官何志军，我很好奇，是什么人把我的指挥部给端了？报告首长，我是铁拳团神枪手4连炊事班沈绵绵。报告首长，我能证明。哈哈，长见识了。不过你真的是铁拳团的，还有你怎么做到的？居然能跑到这里来了？在前面有狼牙与雷电2支突击队，你怎么突进来的？跑啊跑啊，就跑进来的。至于怎么当兵的，我是参加夏令营，然后范天坑参谋长写介绍信介绍我来参军的。再说了，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没志气与咸鱼没什么区别，我为什么不能当兵？好好，说得好，小家伙不简单呐！你等等，让绵绵别动吼！何志军然后转身训斥道：“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平时牛气哄哄的说自己有多厉害，现在呢，1个小孩就把你们都干趴下了，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特种兵？老子的脸都给你们丢尽了！范天坑呢？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回来？信不信？老子一个个将你们都枪毙了！一群废物，浪费国家粮食！要是他们在这里，绝对不会出这样的情况。”报告首长，您不用找范天雷了，他们已经阵亡了。你说狼牙特种大队被干掉了？报告首长，是的。那个谁，你来说。报告首长，白天的时候，绵绵1个人把他们全部狙掉了。堂堂华南军区狼牙特种旅狼牙特种大队被1个小丫头全歼了，有没有搞错？难怪，怎么都联系不上，原来是被人干掉了。何志军摇摇头，接受这个现实，虽然不大愿意相信，可是事实如此，又不能不相信。小家伙，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刚才我已经通知了雷电突击队，他们已经锁定这里，你是跑不掉的。叮咚，恭喜宿主完成斩首任务，获得无敌伪装术。无敌伪装术是伪装术的最高境界，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动物界的变色龙还要厉害千百倍。雷电突击队嘛，二牛哥，我们走，去会会那个雷战。雷战在接到何志军的命令后，火速折回，一路急行军。雷电突击队是华南军区另外一把锋利的匕首，队长雷战是新一代兵王，代号雷神，在东南军区是响当当的人物。停，雷神有情况吗？有危险，我有一股强烈的预感，附近有潜伏的敌人，隐蔽。竟然有所察觉，应该就是传说中第6感应，不愧是兵王。二牛哥，隐蔽好，敌人到了。李二牛丝毫没有察觉，
不过对绵绵的话不再有丝毫怀疑，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然后带着疑惑观察四周。雷战第6感觉从来不会错，这是兵王天生对危险存在的一种感应。雷神没有发现敌人，周围应该是安全的。这次的感觉是不是错了？别动，我的感觉很强烈，像是被一头猛兽给盯上了，别掉以轻心。不愧是兵王，伪装方式如此隐蔽，只可惜遇上了我沈绵绵。锁定所有目标后，绵绵再无所顾忌，左眼、准心、目标3点连成一线。真的有敌人！年仅10岁的小孩解竟是天生的兵王圣体，不仅体能、格斗、枪械样样精通，还小年纪就获得了2等功的荣誉，就连李二牛也要给他当狗。俺叫李二牛，来自农村。俺听到有人议论说俺就是绵绵身边的一条狗，俺在这里想说，做狗有什么不好的？二牛哥，你趴在这里不动，我去吸引他们。绵绵爬起来，提着狙击枪，迈着2条小腿，快速向前奔跑。从后面看，只是眨眼的功夫，居然跟周围的环境融合在一起，整个人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这是怎么回事？人怎么不见了？队长，我们找不到敌人的位置。缓慢推进，注意潜伏。这个人不简单，是个丛林战的高手。我操，这还怎么玩？我连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就被击毙了。这人的实力也太可怕了。小心，对方的衣服好像会变色。我已经发现了对方的位置，1600米，1点钟的方向。所有人立即利用高速移动，以多打少，碾压对方。出击！雷战一声令下，3人放弃了潜伏，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绵绵潜伏的地方。这些人都是特种兵，全力爆开速度之后，非常可怕，如同丛林之中的野狼，身影刷刷在树木之中穿行。狙击手阎王也在尝试一下移动狙击，不过他刚瞄准，还未来得及勾动扳机，就被一枪给黄金到头了。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前行地点，得转移阵地了。这个家伙的作战服非常神奇，如同变色龙一般变色。老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对手。除了诡异的作战服，这个家伙也精通移动射击术。注意，这是我们所遇到之中非常全面的一名劲敌。看来我们遇到劲敌了，这一次只剩下我和你，说什么都不能让雷电突击队蒙羞。狂老，一定要扳回一局，将对方干掉，让他们知道雷电突击队的厉害。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神秘的大佬，小心一些。你正面突击，我侧门包抄，合力干掉对方。2人配合娴熟，一明一暗，都在迅速拉近跟绵绵的距离。而另一边，绵绵成功利用着高明的无敌伪装术，站在一棵大树跟前，身体的颜色变成跟大树一模一样。雷神，我看不到对方的位置。我这边已经大致能猜到他的位置，我距离他不超过50米。那我给你创造机会。行，我绝不会浪费这个机会，一定要干掉对方。天狼说完之后，便从树干之中闪身而出。雷战则是在一边伺机开枪，殊不知绵绵早就盯上了他们。只见绵绵一跃而出，连开2枪。雷战发现目标后，如实开枪，没想到被绵绵一个侧身躲过，而绵绵的2枪却是精准的命中了雷战2人。这怎么可能？空中躲子弹还同时击毙我们2人。这怎么可能？小丫头，你就是杀死我们的人。你们已经阵亡了，死人是不能说话的。特么的，我输了，还他妈竟然输给了一个还在穿开裆裤的小屁孩。你丫头，你是怪我吗？全军覆没，你真的干掉了他们？雷电突击队全军覆没，你不信可以问雷战他们。结果范天雷看过去的时候，雷电众人一个个目光闪躲，没人敢跟他直视，沉默不语。不可思议，这也太强了！2大王牌特种部队全被他一个人干掉了。我和他的差距已经这么大了吗？和陈光还年轻，认真训练会超过他的。范天康，你可太会安慰人了，下回不要安慰了。特么的年轻，在这里谁敢跟他比年轻？绵绵，好样的，当之无愧的少年兵王，你是我老康遇到过最好的士兵。老范怎么说？这回可是我们铁拳团赢了。神气什么？你个躺赢狗！那个绵绵，之前是我考虑不周，没有做到知人善用。在这里，我向你保证，我会将你们2人调离炊事班。你们可是我们神枪连的标兵，以后希望再接再厉。以后神枪连的荣誉就靠你们去争取了。太好了，终于不用再刷碗洗菜了。知道错就好。对了，记得帮我领取士兵突击勋章。这呢？
团长，你们不会因为我年龄小就不给我勋章吧？小丫头，你放心，军队可是一视同仁的。我做主了，明天就给你颁发士兵突击2等勋章。李二牛，鉴于你在本次演习中的表现，我宣布给予你士兵突击3等勋章奖励。谢谢首长。恭喜宿主完成士兵突击的任务，获得无敌武器技能。无敌武器技能，莫不是普通武器在我的手表会变成超级武器吧？也就是说，突击步枪能打出榴弹的威力。停！宿主，请立即停止你的畅想。无敌武器技能并不是将普通武器变成超级武器，而是拥有此技能可以让你熟知每一种武器的属性，只要力量足够，飞花摘叶都能杀人。这样嘛，飞花摘叶皆可伤人，蛮酷的，我喜欢。同志们，常言道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每个人都是创造奇迹的主体，但是前提是平时刻苦训练，立下大志，才能在战斗中发挥出让人刮目相看的实力，创造出奇迹。沈绵绵的表现我就不多说了，他是我见过最好的战士，没有之一。我要给他颁发士兵突击2等勋章，这是他应得的荣誉。绵绵，你要不要来说几句获奖感言呀？我年纪小，说了你们也不信。这样吧，让我的搭档李二牛为大家说几句。让我来说。李二牛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一切。绵绵不但带领自己躺着赢得了士兵突击3等勋章，而且还将这个出风头的机会让给了自己。不，绵绵，还是你来说吧，我说话不利索。让你说你就说，这是命令，别又认怂了。还想不想娶翠花了？那俺就说了。这小子何德何能，一点力都没有出，他还真好意思站在台上讲话，脸皮真厚。好不是，根本就是躺赢狗的。尼玛，我要是遇到绵绵，这枚士兵突击3等勋章就是我的。换成一条狗跟在绵绵身边，也能赢得勋章。李二牛算什么？没有绵绵，早就被干掉了。底下的士兵们情绪也有些激动了起来，讲话越来越不客气。李二牛脸上一阵白一阵红，加上底气不足，哪里还敢讲话？救助般看向绵绵，绵绵却是报以李二牛微笑鼓励，轻轻合手，示意他大胆地说，用力地说。下一刻，绵绵目光挪开，扫向底下那些议论最激烈的士兵。那些人在接触到了绵绵的目光，下意识地闭起了嘴巴。虎豹之女虽未成文，已有10牛之气啊！李二牛在绵绵的鼓励之下，有些紧张道：“俺叫李二牛，来自农村。俺听到有人议论，说俺就是绵绵身边的一条狗。俺在这里想说，做狗有什么不好的？10岁的小孩姐体能简直强得可怕，5万公斤的杠铃说扛就扛，一根手指头就能做8万个俯卧撑。新来的美女教官不服气，非得和她比一比，没想到当场败服，要认10岁的小孩姐做大姐大。她是谁啊？好漂亮的军中绿花。话说我们团啥时候多了这么一名大美女？咋就一点风声都没有传出来？竟话非她莫属。切，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能有我好看吗？首先，请大家以热情的掌声欢迎唐心怡教官的到来。现在有请唐教官给大家说几句。同志们好，我是唐心怡，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到连队给大家上理论课，希望上课的这段时间大家多多配合我的工作，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就麻烦唐教官了，我还得去趟军区司令部，就先走了。沈绵绵，初恋，小年纪就懂得绑架，我心里记住你了。唐心怡脸上的笑容像一只得意的小狐狸，似乎这回绵绵落到了他的手里，可以好好拿捏一下对方。报告教官，你心里有我没用，我可不搞百合。安静，你们笑什么？从现在开始，谁在扰乱课堂秩序，我把他赶出去，自己去跟你们团长解释。王彦斌等人本来还想看热闹，结果看到唐心怡没有训斥绵绵，反过来骂他们，赶紧闭上嘴巴，不敢多吭声。现在我开始讲述一种新式的拔枪技术，它可以将拔枪速度在一般的拔枪速度上减少1/3的时间。沈绵绵，你都没有枪高多少，拔枪射击你怎么办？唐教官，你看不起小学生，我要向你挑战，我们来比一比拔枪。你要是输了，可不许哭鼻子。你输了就认我做大姐大。这个绵绵可真大胆啊，小小年纪竟敢调戏唐教官。
是啊，要是我有她一半的脸皮厚，翠花早就是我的了。沈门面，别瞎胡闹！你知道大姐大是什么意思没有？当然知道，就是你要给我当小弟的意思，以后出了事我罩着你。你也知道这个，毛都没长齐，就学人家收小弟了。等你长大了再考虑这个问题。怎么你害怕输给我？要是觉得自己没那个信心，可以不用比的。绵绵，你别以为你偷袭把我保了，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告诉你，拔枪没那么简单，尤其拔枪的速度，放到战场上，谁的拔枪速度快，谁生存下来的机会就更大。你见过真正的拔枪吗？全国各大军区不完全统计，目前最快的拔枪记录是我，成绩是0.6秒。你觉得我会比你吗？我才不管你是0.6秒还是6秒，别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跟我比？比就比，怕你不成？要是你输了，必须给我道歉，并且保证我上课的时候必须认真听课，不许睡觉。很快，两人走到外面的训练场地，两人的腰部配有一把90-20手枪，距离大概5米，相对而立。沈绵绵哪里来的信心？拔枪跟射击可不一样，他需要眼疾手快，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沈绵绵估计是自信心爆棚了。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取得一点成绩便目中无人。我听说唐教官研究出一种最新式的拔枪方法，可以更快速的拔枪，据说准备在全区推广。预备，3、2、1，开始。好新颖的拔枪方式，它可以大大减少举枪高度，缩短射击的时间。不愧是军区首屈一指的军事理论专家，如此简洁、快速拔枪方式都能想得出来，这是拔了多少枪才练出来的速度啊！牛逼啊，牛逼！忽然，所有人眼中出现一道黑影，电光火石间抱住唐心怡，小手轻轻一抓，轻而易举地将唐心怡的手枪夺过来，指向唐心怡的太阳穴。唐教官，你输了。我的拔枪术是别人帮我拔枪，而我站着不动，等他送枪上门。我靠，别人帮我拔枪，这话说的牛逼，够霸气。二牛，你刚才看清楚绵绵是怎么夺枪了吗？没看清楚。沈门面，快放开我！按照约定，你得喊我一声大姐大，否则不放。我命令你放开。不放！当兵的一口唾沫一口定，说过的话怎么能不算数？反正他只是一个小孩子，算是哄哄他。行，我是你小弟了，我的大姐大，可以放开我了吧？沈绵绵，这才几天不见，你这小丫头翅膀长硬了是吧？还敢欺负漂亮大姐姐？我们是在比试枪法，他输了而已。咦，长本事了，居然敢躲，看我怎么收拾你！我都说了是比试，他还输了，你听不懂人话吗？你当我是3岁的小孩？今天你必须说清楚，不然我饶不了你。你好，你应该是误会了，我是他们的理论教官唐心怡，刚才我们两个确实是在比试。报告首长，我叫叶寸心，这是我的介绍信。来都来了，顺路，等会我带你去军区报道。谢谢首长。记得别在军队里胡来，不然我把你耳朵拧下来，知道吗？我才不知道。上午在晨练完之后，叶寸心就穿着便装过来找绵绵。绵绵出来。表姐，你穿这么漂亮，这是要打算干什么？找你陪我去逛街。我等下还要上课呢。小样，我已经替你请过假，唐心怡也答应了，今天你就陪我去买生活用品，我要考核女子特种兵了。那你等我下，我去换身衣服。表姐，你真要来考核特种兵啊？因为我的缘故吗？少臭美了，要不是你偷了我的介绍信，我早就入伍报道了。宝子们，最新的视频已经放在左下角小程序里了，想提前观看后续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左下角小程序。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10岁的小孩姐只是出门逛个街，没想到就被犯罪团伙挟持成了人质，威胁警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人畜无害的小孩姐可是特种部队的小兵王，下一秒就被10岁的小孩姐全部拿捏。绵绵，你看这双鞋子怎么样？还行。这双呢？你喜欢就行。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家的孩子真懂事，你平时都是怎么教的？你这人说话好奇怪，本小姐这么年轻，像当妈的人吗？奶奶，麻烦您以后出门戴一副老花镜。这几个人气息很不寻常，带着一股冷意，应该手上都沾过血。
表姐，你慢慢挑，我有点口渴了，去前面买杯奶茶。好的，你注意安全。枪声，不好，出大事了！只见在超市内，正是那几个凶神恶煞的大汉，一个看着10岁左右的小孩，正被歹徒劫持着，吓得哇哇大哭。这些家伙一没打劫银行，二不打劫金铺，来超市就劫持人质，有点诡异呀。各位，识相的就抱着脑袋乖乖蹲下来，这里的楼层已经被我的人包围了。本人刘四强，借你们小命一用，交换一个被警察关押的兄弟。求求你放过我儿子，我来给您做人质，可怜可怜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真是聒噪！爸爸！妈的，给老子闭嘴！这个畜生竟然这样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无辜小孩！丁，歹徒的凶残触发主线任务。宿主身为军人，应当挺身而出，解决危机，完成主线任务，奖励神级精华液改造一次。就算没有奖励，也得干他们。我也是孩子，来抓我吧，我愿意交换他，成为你的人质。这小孩子不怕死吗？梁静茹给他的勇气吗？四周那些抱头蹲下的人群，骇然无比地看着一步步走过向歹徒的绵绵。这个时候，没有一个成年人挺身而出，反而是一名小孩子从人群之中走向了歹徒，愿意用自己替换歹徒手中的人质。人群之中的那些成年人惊骇之余，面上悔恨，他们无地自容，内心羞臊，竟然连一名孩子都不如。那个小孩被你弄得快断气了，失去了当人质的作用，让我来吧。这个小丫头有些邪门啊！不过就算是特种兵落在我手里，一样要死，何况一名小孩子？况且他说的没错，手上的这个确实没啥价值了。你过来。绵绵这是要做什么？跑过去充当人质，这不是找死吗？就算想要救人，也不能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吧？我的小祖宗，你可千万别出事啊！此时，东海市的警署指挥中心也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画面中的刘世强以及被我们抓获的刘思强，都是阿古斯雇佣兵的骨干成员。同志们，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这群恐怖分子不是普通的恐怖分子，他们都有着雇佣兵的经历，真实战力接近或者超过特种兵。局长，这个小女孩好大的勇气，她应该才10岁吧，便拥有这份胆量与勇气，懂得为他人牺牲，这样的小孩不多见啊。他确实非常勇敢，远远超过普通的小孩。如果这次行动小孩安然无恙，一定要给他嘉奖。我命令特警大队、武警中队立刻行动。另外，我会通知华南军区狼牙特种大队、雷电突击队前去支援。这次行动一定保护好每一个市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尤其是那个见义勇为的小孩，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立即行动。是。滚！据执法者传来的信息，这伙恐怖分子是流窜到我境内的雇佣兵，曾经一度在乌鲁克一带从事各种非法活动，其手段非常残忍，实力不容小觑。我们这次的任务很简单，将这些危害我们人民的武装分子全部清除。这些恐怖分子太嚣张了，光天化日下竟然劫持人质，必须狠狠揍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头，画面能不能放大一点？我怎么觉得被劫持的小孩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确实有点眼熟。帅气的小脸蛋，他的脸上看不到一点惊恐。我想起来，他不是那个在演习中把你干掉的小孩吗？没错，就是他，那张冷酷的小面孔，绝对错不了。他怎么会被劫持了？沈绵绵虽然毛都没有长齐，但是挺厉害的。我们这么多人都没玩过他，要是他都没办法，这帮武装分子得有多恐怖？我觉得应该不是，你们看他脸上的表情，一点恐惧的眼神都没有。你有见过有这么镇定的人质？他那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把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5号，你怎么看？这小丫头很滑头，我估计她应该是想等武装分子把所有人质都集中起来后才好动手。毕竟周围那么多无辜的市民，她一旦放开了杀，肯定会引起其他武装分子的注意。到时候武装分子很可能会屠杀平民，分散的越开，她顾及不到的地方就越多。很有可能，小年纪拥有如此缜密的心思，难怪上次我们会被揍得那么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这份正义感。把所有人都集合到大厅，不听话的全给我毙了！武器名称皮带是一种可刚可柔的兵器，用来攻击的方法有18种，比如滴蜡、
哦，这是神级武器技能触发了吗？绵绵试着又碰了一下对方的皮带，脑海中又出现了一些信息。皮带18种攻击方式，分别从古武的编法中延伸变化出来，又分有近、中、远3大类。原来是这么回事，神级武器技能需要在危机中才能触发，并不是说任何时刻随意的接触到某种东西就能够领悟出来，它需要一个危险的触发点。那我是不是可以同时感悟多种武器？绵绵试着碰了一下衣服的面料，又试着碰下对方的手枪，没想到没有任何反应。难道一个危机触发点只能激发一种武器？这个能力太被动，不能随时随地利用。绵绵搞清楚这些后，便不再去理会，小眼睛四处打量，寻找潜伏的武装分子。发现有武装直升机，应该是特种兵。哼，发射火箭干掉他们，华夏的特种兵，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强。这帮人怎么连火箭炮都能搞到？看来自己得提前行动了。虽然绵绵在里面，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再强调有一次，一定要确保人质的安全。都清楚了吗？清楚。目的地准备靠近，准备战斗。报告，前方100米发现火箭炮，我们已经被锁定了。火箭炮，这玩意他们是怎么运进来的？火箭炮的威力惊人，武装直升机被击中，所有人都得死。跳伞，马上准备跳伞。就在此时，绵绵突然出手，瞬间就挣脱了刘世强的控制，而且动作奇快，空手夺白刃，咔嚓一声，手枪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歹徒刘世强。让你的人停止发射火箭。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路？不过刘世强也是亡命天涯的狠人，岂会这么容易坐以待毙？他的左手悄然摸向藏着匕首的后腰。如果不想死，就给我停下你的小动作。8号，停止发射火箭。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什么要放弃？感谢宝子们的一路支持和陪伴。最新的一集可以去主页的置顶视频进入，想观看下集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置顶视频的左下角小程序，有条件的可以去支持一下，没有条件的可以等几天，就可以免费观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10岁的小孩姐竟然成了火凤凰女子突击队的总教官，本以为是小朋友玩过家家的玩笑话，没想到各种训练项目层出不穷，火凤凰的每个成员都被打造成了超级特种兵。小家伙，我知道你不但演习战术厉害，实战能力也不简单。最近你这个小蜘蛛侠在外面可是传得沸沸扬扬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人强没什么，要是让所有队员都变强，才是真正的强人。这样的话，就没人当你是10岁的小孩子了。狼头，你的意思让他一个孩子当教官啊？这也太离谱了吧，比老母猪会上树还离谱啊！离谱，不管是演习还是实战，你打得过他吗？你还有脸提猪？依我看，你都不如头猪呢。火凤凰的选拔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我知道你们都不服气。这样吧，你和沈绵绵各自选一批人，带出来比比谁的队员更强。狼头，你将这些女人交给我没问题，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需要一个副手，还有一个生活助理。你有想法吗？比如人选方面，必须对方同意才行，女兵本来就少。我有，第一个人选是游戏办公室的唐心怡，她打赌输给我了，一定会同意的。第二个安然，代号紫罗兰，我知道她狼牙参谋出身，我觉得没必要让她去当卧底了，她来当我的助理最好。说着，绵绵昂着小脸蛋，盯着雷战开口：我听说你追了安然很久，居然还追不到，等安然过来后，我让她也认我做大姐大。行，我才不信安然会来给你这个小屁孩当保姆。首长好。这个就是沈绵绵了，他指定你们给他当女助手，辅助他建立火凤凰女子突击队。什么？她就是沈绵绵？没错，她就是蜘蛛侠。你不是说很崇拜的蜘蛛侠吗？就是这个小丫头。哼，小唐，是不是皮又痒了？怎么和你老大说话呢？要叫我大姐大。我的天，你真是沈绵绵，你就是蜘蛛侠。不错，就是我。我请求你与唐心怡来当我的助理，我们3个人一起联手，打造一支强大的女子特种部队，至少不在雷电突击队之下。刚好，我也想看看他的能力在哪里，居然能让何志军打破年纪的限制，让他单独带队。好，我愿意。现在是下午3点20分11秒，记住这个时间。
安然姐，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沈绵绵的第3个小弟了，以后记得喊我大姐大。你不知道，这个小家伙最喜欢让人叫他大姐大了。我还是他的第1个小弟呢。对了，为什么安然是第3个？第2个是谁？叶翠欣吗？呸，表姐不能乱来的，那是一个大明星姐姐，有机会介绍给你们认识。绵绵，狼牙没有给我们划分基地，唯一的基地已经被雷电霸占了。你这个蜘蛛侠要怎么扮演好教官的角色啊？我听说，如果你输了，你要叫雷战爸爸。爸爸，他也配，他只有资格当我孙子的份。身为年少成名的系统拥有者，宇宙最强系统的绑定宿主，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必须做大做强，风浪越大，越要强大。这次与雷战的赌注，只能赢不能输，赢了奖励600经验值，输了宿主女性特征将会违反物理原理放大10倍，成为一个巨物波霸。卧槽，系统你这也太离谱了吧！没有基地，我们就选，走，我们去找找。选定了位置，我再找狼头动工。这就是狼牙画的基地呀，居然还有屎味，过去不会是养殖场吧？这是白虎地呀，毛都没有。不过我喜欢白虎，越是什么都没有，就代表操作空间可大了。安然姐，你皱着眉头干什么？赶紧去联系建筑队，我来安排就行。第2天一早，绵绵和雷战就来到了军区，开始挑选女兵。一个好的特种教官都懂得挑选好兵与孬兵，你们需要用多久的时间选出自己的兵？狼头，在挑选的环节，我不需要浪费时间，只需要在这数百名女兵之中选出8名就可以了，其他女兵可以交给雷教官自己慢慢选择吧。这么嚣张？什么叫选出8个女兵就可以？特么你怎么知道8个女兵就一定能通过后期的考核？不管这些女兵后期如何表现，我都不会再补任何人员。我相信可以将她们打造成女汉子，在这8名女兵身上烙印下最强大的种子。雷战，你敢赌吗？我先挑选，我只要8个女兵，1个都不多。哼，我还就不信了，谁能牛逼到一眼就看出谁是最适合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特种兵的，这可是你自己选的，输了可别哭鼻子。你放心，我不是你这种人，输了还不承认。于是绵绵迈着小短步，慢慢走到了所有女兵面前，明亮的小眼神贼溜从每个女兵身上望了过去。他熟知剧本剧情，自然知道需要的是哪些女兵。昂首挺胸的女兵们却是一脸愕然看着他。还挺可爱的，听首长的话，他好像是我们的教官，看起来乳臭未干的样子嘛，他能行吗？这是我的小表妹，嘴巴放尊重一些。何露、唐笑笑、甜果、沈兰妮、曲比阿卓、叶寸心、欧阳倩、谭晓玲，这8个女兵站出来。安然啊安然，你不为我所用，你等着，我雷战会证明你们就是过家家的游戏。以后我就是你们的教官了，我的年纪是比你们小，但是以后有什么问题必须打报告。叶寸心同志，你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兵吗？报告教官，我可以。这就对了，不要给我丢脸，其他事情不要问为什么，你们要做的是执行命令。很快，绵绵就让助理安然拉着8名女兵一起前往白虎基地。挺帅的小教官啊，我觉得跟着他日子就有乐趣了，至少在伙食方面不会太差。为什么这样说？教官都在长身体的阶段，伙食能差到哪里去？我非常好奇，为什么一个小孩子能成为我们的教官？只要不是过家家的游戏就好。不用紧张，刚来就先好好休息，熟悉环境。我宣布接下来自由活动。女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茫然的感觉。不是说女子突击队的选拔将会非常严格吗？怎么刚刚列队就自由活动了？绵绵没有理会女兵们的想法，下达命令后，小脸寒霜地对着安然吩咐道：去找一下他们的档案，将他们在各自部队取得的成绩都给我打印出来，每个人都不要漏。你要表扬他们嘛，收买人心，其实大可不必。练兵要严，百日可用；练兵不严，千日无效。等会你就知道了，这是秘密。感谢宝子们的一路支持和陪伴，最新的一集可以去主页的置顶视频进入，想观看下集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置顶视频的左下角小程序，有条件的可以去支持一下，没有条件的可以等几天，就可以免费观看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10岁的小孩姐竟是女子特种大队的总教官，拉着女兵们就开启了5万公斤8000米的负重越野，更是在必经之路上安排多名增加难度。快！你们这群菜鸟白长这么大个了，我一只脚跑得都比你们快，全部给我跑起来！我觉得让一个小孩子来当教官太儿戏了，他能教我们什么？各位，等会不如我们大闹一场，悄然而去，反正我是接受不了一个孩子来当教官。你叫沈兰妮是吧？本小姐早就看你不爽了。什么叫大闹一场，悄然而去？你要去世了吗？我知道你是那个小孩子的表姐，怎么要打架啊？怕你吗？快停下！别打了！女兵们在旁边劝阻，但是谁也拦不住。就在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刻，一个小小的身影似乎从天而降的小鹰，将扭打的两女抓了起来，带着一股我的天，这是小孩子的力量吗？他们2个人少说也有200斤，就这么被丢出去了，怎么感觉是李元霸在世了？我给你们自由活动时间，不是让你们散步的。好的士兵都会争分夺秒，熟悉这里的环境。结果你们这些大小姐都干了什么？聊天的、吵架的，没有一个干的是正经事情。作为一个小孩子，我都看不起你们这些大小姐。别以为我选了你们8个，就代表没有人被淘汰。要是你们不认真对待这次训练，我就当这是一次过家家游戏，大家一拍两散，各自回家找妈妈。绵绵的小脸，冷若寒霜，语气寒煞，与她稚嫩的样子完全不符合。我看你们才是小女孩，我没有看到一群合格的女汉子，就看到一群全员大小姐脾气的小姐。绵绵哼了一下，然后从安然手里接过来一堆资料。沈兰妮，女子青年赛格斗冠军得主，何璐，战地医生，上尉，立过2等功1次。叶寸心，清大毕业。绵绵一一念下去，他念到一个人的光荣事迹，这个女兵的脑袋就昂起来，居高临下看着矮了他们一个脑袋的教官。但是下一秒，绵绵就掏出一把打火机，当着所有女兵面点燃了手上的资料。这些代表着这些女兵过去光荣事迹的档案，舔着火焰一路延伸上去，最终化为一地灰烬。弃我去者，昨天之日不可留。不管你们过去取得什么成绩，来到这里从零开始。值得一提，首长让我与雷战打赌，成立一支火凤凰2 B 队，我觉得没必要。我创建的突击队不会叫火凤凰，落毛的凤凰只不过是一只鸡而已。我喜欢白虎，白虎是4大神兽之一，它干净纯洁，纯粹强大，能抗能打，冲锋陷阵，置敌人于无法翻身的死地。因此，我沈绵绵创建的女子突击队将会叫做白虎突击队。白虎突击队这个名字怎么感觉怪怪的？白虎突击队代表纯正强大，保家卫国，白虎出没，天下英雄莫敢不从。我觉得白虎这个名字对我们女兵来说恰恰好。挺有道理，我喜欢白虎。白虎成员全部都有，去青龙跑道，给我跑10公里，注意环形跑道，别跑到隔壁的番薯的去。嘿嘿，给你们来点刺激的。随着遥控器的按下，跑道猛然巨大的声浪夹杂着泥土，朝着女兵劈头盖脸就笼罩了下来，伴随着黄泥水，好像下了一场黄色的冰雨。给我跑起来，谁落后，我抓住谁就将他的毛给剃光了。冰雨四漫中，绵绵这个孩子的声音钻入冻成一团的女兵耳朵里，就好像催命的混世魔王。很好，很好，很好啊，我喜欢，这才是特种训练，还有什么绝招都冲着我沈兰妮来。哎呀，我去，好臭！这是什么？这是尿，炊事班用来施肥的，便宜你们了。要当生出小翅膀的白虎，就给我飞翔吧，不要瞎比废话。我需要的是你们主动配合，挑战自己极限，用疯狂的锻炼激发你们的潜能。那位女兵，别舔了，这是真的尿，是猫尿、牛尿、马尿的聚合物，你舔不出味道的，小心中毒。教官，你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是侮辱，而不是训练。绵绵没有理会女兵的抗议，继续指他们。谁看到谁叫的最大声，就指谁。一路跑下来，女兵们除了浑身湿漉漉外，一个个狼狈不堪。报告教官，我决定退出这次考核。我觉得这不是考核，而是我不想变成毫无尊严的畜生。你可以走，我回头给文艺部发文件，说你是第一个退出的孬种，一只没有牙的白虎。
浑身分不出是泥水还是汗水的唐笑笑，从来就没有这么狼狈过，也没有这么气过。你想说我为什么有资格取消你？我在东海市杀了8个歹徒。对了，东海市的人民叫我蜘蛛侠，你觉得我没有资格取消你吗？什么？你是蜘蛛侠？传说中一个可以徒手爬墙、单枪匹马杀了上百个歹徒的英雄。来了，终于说出这个秘密，这些女兵们终于露出和我以前一样的那种巍然又茫然的表情了。报告，教官，你怎么证明自己是蜘蛛侠？我给你机会证明，你打赢我，我让你当蜘蛛侠好不好？甚至教官都可以让你来当。这个军人服从为天职，我怎么会想过当教官？况且就你那天那个从天而降的身影，我好像也打不过你啊，能不动手就尽量避避就行了。不想当动物园里被人围观的白虎，就给我跑起来，给自己添上翅膀飞起来。有了蜘蛛侠的刺激，女兵们的内心觉得跟了一个强大的人，也没了怨言，纷纷跑了起来。你还是成了阳善的黑侠呢？为什么不一起说出来？将来有机会再说，慢慢刺激他们。要不你这个身份让我来曝光呗，让我这个女助理也装逼，树立一下形象。会有机会给你装逼的。对了，雷战那边淘汰了多少人？那边的女兵已经淘汰了1/3了，要求挺高的。光是地狱州，据说其实90%以上的女兵都不及格，但不可能一下子就淘汰了90%，还在考察。等到中场休息，女兵们围坐了一圈，开始唉声叹气，感觉完全没有当我们是女人当畜生虐的啊。确实变态，不过我喜欢这样的变态训练，每天都感觉很充实，身体被榨干了任何一丝力气，每天都在透支。高强度的训练支配着我的身体，什么都不用思考，只要将自己的人交给教官就可以了，带着我飞，最终到达巅峰。你开始不是讽刺教官吗？怎么现在跪着唱征服了？你总是盯着我干什么？看来你是痒了，要让本小姐给你止痒吗？我崇拜教官怎么了？谁有真本事我就崇拜谁，与年龄无关。你打得过蜘蛛侠吗？哈哈，我还真打哭过他。吹吧你，嘴犟王者，来吧，让我看看你多少斤两，还好意思吹打得过教官？叶寸心说打哭绵绵，激怒了沈兰妮，随即与叶寸心你来我往打了起来，战况激烈。叶寸心与沈兰妮斗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旁边一辆车子开了进来。这位女兵，他们为什么打起来了？首长好，他们因为教官的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就打起来了。不过我们习惯了，这两个就好像干柴烈火，遇到就燃烧，不打起来就奇怪了。因为教官，你说绵绵那个孩子，他可不是孩子，你别乱说啊！说实话，我们都挺崇拜他的，在操练我们这方面，他是专业的，而且我们都是他的粉丝。嘻嘻，首长，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去上洗手间了，憋不住了。打眼了，我错过了什么？这个死安然什么都不说，就说自己不是在给绵绵洗衣服，就是陪着睡觉。女兵都变成了他的粉丝了，这叫没什么事吗？宝子们，最新的视频已经放在左下角小程序里了，想提前观看后续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左下角小程序。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10岁的小孩姐竟然要带领女兵们参加红蓝对抗演习，本以为是小朋友误入阵地走错片场，没想到小孩姐一人一骑就直接冲进了敌方阵营，甚至就连火凤凰女子突击队也全部被小孩姐拿下。沈绵绵教官、雷战教官已经训练了1个月了，现在到了考验成果的时候了。游戏规则很简单，带领自己的队伍把对方全部干掉。但是白虎突击队只有8个女兵，火凤凰突击队有10个女兵。为了公平，雷战必须晚半个小时后出手，没问题吧？不用了，我一个可以打10个，一起出发吧，否则他输了也不服气。哼，这可是你自找的，输了别怪我占你便宜。等一下，让女兵们先出发，教官必须等到1个小时后才能进场支援。很快，女兵们就被安排进入了茫茫森林中。姐妹们，雷战这个人为狼牙唯一蝉联的3届兵王，不能小觑啊！雷战强则强，但是我接触过他，感觉他这个人比较激进。我们可以利用人多的优势，干不掉他，也可以拖住他，给教官争取更多的时间。人多，我们不是还少2个人吗？我说的是政策，我们可以制造出虚张声势的效果，比如空城计啥的，让雷战误以为我们是一群人在一起，明白我的意思吗？空城计，裸奔嘛，这怎么好意思啊？
1个小时到了吧？该我上场表演了。很快，绵绵就走进了树林深处，只见他只是随手踢了2个石头，就击中了2名女兵。2位姐姐，你们已经阵亡喽。没有用枪，他是直接撞死我们的，还是普通的小石头。我的天，这怎么做到的？另外一边，等在丛林中的女兵一直没有等到队友反馈回来的信息。什么情况？为什么一直没有出来？通讯也没有回答。不会被人干掉了吧？说到这里，2个女兵有点急了，对望一眼，同时从隐藏的地方站起来，想出去接应自己的同伴。谁知道2个女兵小荷才露尖尖角，立刻被凌空飞来的石头几乎同时击中身体。哟喽，我们是被石头撞死的，好憋屈啊！是他丢的石头吗？不是他，还是谁？教官说了，他是传说中的蜘蛛侠，果然厉害，一草一木都可以成为武器。行了，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事情，你们阵亡了。能告诉姐姐你怎么做到的吗？我说了，你们是死人了，死人不会说话的。我死去活来还不行吗？哎呀，懒得理你们，请遵守演习规则，我还要去干掉雷战呢。喂，你们是不是入戏太深了？这是演习啊，要不要这样冒险？沼泽里很危险的，说不定里面有鳄鱼或者有蛇。教官说过，演习就是实战，这是真正的战场。要是敌人到来，别说沼泽了，就算下面是悬崖，你都毫不犹豫跳下去。先辈被敌人追过的时候，都跳过黄河呢。何璐刚说完话，突然林子中响起一阵鸟声。别出声，有人来了。是敌人，射击！不对，这是一件衣服，对方太狡猾了。听我的命令，我与谭小玲、唐笑笑、徐比继续开枪压制，其他人加速撤退。等到子弹打完后，换你4人给我们掩护，离开四周的林子，进入沼泽深处。好。林子之中，站在一棵大树下的雷战，粗黑的眉头皱了起来。那小丫头带出来的这群女兵反应能力很快啊，没有惊慌，也没有乱成一团，在发现上当后，居然马上做出分组掩护撤退的战术。MB 沈绵绵随便选出来的女兵，居然有这样的军事素质，只能等他们打光子弹，或者利用他们的换弹空隙。什么情况？怎么这么久还没换弹？不管了，冲出去看看！只见雷战一个军事动作，从丛林里面跳了出来，在地上飞快翻滚，同时枪口抬了起来，准备快速发射子弹。卧槽，一个人都没有，哪里来的枪声？操你妈！老子堂堂3届兵王，居然被几个女兵用录音器给骗了。他们只不过被沈绵绵这个毛都没有齐的小家伙操练了1个月而已啊，就有如此军事天赋。另一边，绵绵又用石头击中了2名女兵。不公平！你为什么用石头对我们？我们又不是鸟。石头与子弹有什么区别吗？这不是游戏，这是战争，必须不择手段。而石头无声无息，没有惊动其他敌人，这是最好的选择。雷战不教好你们，我给你们灌输一下这个武器的原理。拜拜了，姐姐们。时间过去半个小时了，剩下最后4个女兵，雷战那边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淘汰掉他们，必须早点找到他们。绵绵的感官非常灵敏，加上视力鹰眼，正在利用速度不断穿行在丛林之中。一处废弃的工厂里，4个女兵正躲在里面，守住了4个方向。就死守在这里，哪里都别去了，这里是最好的地方，为教官赢得时间。不错不错，可惜刚刚露露他们6个都阵亡了。就是很离谱，确实没有枪声响起来。不可能，他们6个人虽然分开，但隔开不远，一个阵亡，应该会立刻惊动其他人才对啊。就在他们放松聊天的时候，绵绵已经来到了工厂的外面。聪明啊，运气也好，居然能找到这样的地方。要是这样贸然突进去，谁都没有把握。可惜你们遇到了我沈绵绵啊！感谢宝子们的一路支持和陪伴。最新的一集可以去主页的置顶视频进入，想观看下集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置顶视频的左下角小程序。有条件的可以去支持一下，没有条件的可以等几天，就可以免费观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10岁的小孩解禁从800层的高楼一跃而下，在空中连开数枪，瞬间就淘汰了4名火凤凰突击队的成员。你是从天空跳下来的，从天而降，我的天啊，你怎么做到的？这么高都没事，我的天啊，
爬墙壁吗？你是壁虎侠吗？请你们尊重一些我不是小朋友了，我是女兵的教官。还有，你们都成为死人了，死人怎么可以乱摸别人？教官，我们只是好奇嘛，你看我们都没有开枪，就被你团灭了，你怎么做到的？哎呀，你说嘛，你不是喜欢别人喊你大姐大吗？我可以的。啊，对，我们4个都可以当你的跟班。别烦我，我还要去干掉雷战呢。离开废弃工厂后，绵绵拨通了指挥部唐心怡的电话。我是沈绵绵，唐心怡同志，天天都看不到你人，我宣布给你降级了，你现在是小弟3号了。小三同志，我已经全灭了女兵，不过指挥部暂时不用来接我，我打算与雷战对决一次，干掉他，我再联系你。说完，绵绵也不给唐心怡回话的机会，直接就挂断了通讯。主席台上，被挂断了通讯的唐心怡愣在当场。9分钟10秒，沈绵绵就全灭了火凤凰女兵，10分钟都不到啊！可以啊，这个孩子有虎狼之风，并吞天下之气，这一点很像我。雷战的反馈了吗？没有，他好像失踪了似的。我问了他3次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孙子在干什么？怎么如此不争气？密不透风的丛林，雷战靠着干枯的树干，默默看着北斗终端的信息。这个女人怎么了？打了3次电话，老子不接，非要发信息，有什么紧急事情吗？难道是总部看到我干掉了4名白虎女兵，来表扬我的？不过这剩下的4个女兵已经躲入工厂中，始终都无法突袭进去。绵绵又是9分11秒，已经全灭了你的女兵。对了，他打算对你进行最后的绞杀，我觉得有必要通知你。全灭我的女兵，这怎么可能啊！雷战看到这个信息，第一时间就是不相信，跟着意识到唐心怡不可能说谎后，他有点喝了82年雪碧的感觉。来啊，什么绞杀？这是对决，老子会堂堂正正干掉他，证明他就是一个运气好的熊孩子。老子可是堂堂3届兵王。雷战骂骂咧咧，脑补着干掉绵绵给自己证明。突然他的身体颤了一下，跟着身上冒出一股烟雾。我居然在嚎叫中阵亡了，这也太憋屈了吧！雷战愣愣看着胸口的感应器，然后慢慢抬头，蓦然将视线落在走出来的绵绵身上，愤怒咆哮。你说跟我决战，你居然还偷袭，偷袭个麻痹啊！重来，你这个小王八蛋！雷大人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这个人傲气，臭不要脸，明知道战场瞬息万变，哪里会给你准备的？你这样夜郎自大的心理会害死你的，希望你记住我给你的忠告。不行，重来，你个小王八！喂，当我求你了，给一个机会呗！哼，你才是小王八！求人有这样求的吗？我给你立一个 flag 了，接受现实，面子不值钱，有一些外军思想在我们国家适合，应该改就改了，否则你迟早会害死自己。我们老祖宗的战场智慧才是最实用的。雷战好像更年期女人一般喋喋不休地要求重来，前面的绵绵已经走入了工厂，当他是空气。完了，这怎么回去面对榔头？出来吧，我们赢了。里面静悄悄的，一双双明亮的眸子盯着绵绵，正是紧张万分的河路4个女兵。打到现在，田果、欧阳倩、曲比以及谭晓玲都淘汰了。他来了，我就说过，他一定会踩着七彩祥云来的。教官怎么样？我们表现还可以吧？我就知道你一定过来接应我们。还行，你们谁表现最好，我说话算数，收他当跟班。我。沈绵绵，你还要找几个小弟？这是第4个了。何露，我告诉你，你小3都排不上的，你还当他小弟？真的吗？我小3都当不成了，小3是谁啊？哈哈，我是小4，笑死我了，太可爱了。教官，我何露不是欺骗你感情啊，我就喜欢眼神纯净的小孩子，我来当你的小4。首长，阵亡的女兵提到，绵绵淘汰他们是因为他们大意了。当时绵绵利用长达6米的大竹竿，跳过了高达7米的围墙，从天而降，这才淘汰了他们。不可能，他能跳7米，他的个头才1米出头吧？等绵绵出来问问不就知道了，我倒是相信。超级飞侠，呵呵，这个小子又多了一个外号。雷战那边怎么样了？决斗结束了，雷战输了。你们听最后这段录音。唐心怡打开北斗终端，一段录音传了出来。你不是说找我决斗吗？你还偷袭个麻痹啊！你这个小王八蛋，重来！雷大人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这个人傲气，臭不要脸。作为军人，明知道战场瞬息万变，哪里会给你准备的？你这样夜郎自大的心理会害死你的。希望你记住我给你的忠告。哼，等雷战回来再说，面子都不要了吗？沈绵绵说的有道理，战场是瞬息万变，死了就死了，还能重来吗？不，我下去问问。范天雷是人精，这个时候哪里坐得住？他必须去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绵绵，我听说你跳过了7米的围墙，干掉了雷战的女兵，世界纪录是6米多，你居然能跳7米！我的天，这等于你一个绵绵跳出7个绵绵的高度！卧槽，你这是无敌小飞侠！范天坑，你当我是3岁小屁孩啊？少拍马屁了，雷战来了，你直接问他吧。我说了，你也不相信。哎呀，你怎么还端起来？当年不是我发掘你来当兵，你有今天的成就吗？不好意思，我们是夏令营见面的，我来当兵也是靠自己本事，你从来没有发掘过我。这件事我会通过广播撇清楚。我担心你这个人拿我当噱头，跑去幼儿园祸害那些小朋友。瞧你说的，你怎么说话好像陈善明一般，口无遮拦的。直到雷战黑着脸走过来后，老范的笑容才收了起来。雷战，有点麻烦了，你赢了没事，你输了，你带领的火凤凰必须解散了，资源必须倾斜在一支突击队上。我建议你接受命运的安排吧。不可能吧？军区承担不起2支突击队的费用开销吗？再说了，这才1个月而已，这能看得出什么？马上有另外1支突击队了，军区不会承担3支突击队的费用。什么意思？还成立火凤凰 C 队吗？不是 C 队，而是红细胞突击队，将会由我来担任教官。我知道你心情难受，但是我决定利用红细胞给你报仇，而你还年轻，肯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好你个范天坑，你个碉毛，你让我放弃，就是想将资源放在红细胞上。妈的，忽悠到我雷战头上来了。感谢宝子们的一路支持和陪伴。最新的一集可以去主页的置顶视频进入，想观看下集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置顶视频的左下角小程序，有条件的可以去支持一下，没有条件的可以等几天就可以免费观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10岁的小孩杰只是带着队员们观摩处决岛国罪犯的现场，没想到突然杀出8000多名岛国士兵前来劫法场，把何晨光3人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本以为小日子罪犯肯定要逃出升天了，没想到小孩姐一把狙击枪竟然打出了加特林的感觉，瞬间就压制了8000多名小日子，把以何晨光3人为首的红细胞小组的风头全部抢光。我的天啊，怎么又是豆腐花？虽然我很喜欢，但是也架不住连续吃3天了啊！我怎么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啊？管他呢，多好吃的豆腐花啊！你们不吃都给我吧！白虎突击队全体集合。大家豆腐花吃的都很开心吧？下午大家和我一起出去踏青。教官，这是去放松吗？猜对了，就是去放松放松。对了，今天豆腐花不限量哦，大家记得多吃点。下午，绵绵就带着白虎突击队来到了一片围着铁丝网的建筑物前，同时来的还有范天坑带领的红细胞小组。小丫头，我说过，我们很快就见面了。我听说你能跳7米，打破了世界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真的假的？俺也听说了，你太牛了，可惜你不能像以前那般带着我装逼了。不过我现在也是一名合格的特种兵了。不错不错，二牛，你离迎娶翠花又近了一步。这里居然是东海市1号监狱。我们不是去旅游，去踏青吗？为什么来1号监狱？我听说1号监狱是刑场啊，这是枪毙罪犯的现场，怎么跑来刑场了？报告，我感觉不对，对方的山峰有狙击镜的光芒闪烁，应该有狙击手。刚才我感觉全身的毛上上下下都竖起来了。不愧是何晨光，我刚才已经用10里鹰眼捕捉到了微弱的光芒，只是不想打草惊蛇而已。可见在观察力方面，就算有金雕称呼的范天坑，也比不上乳酸菌啊，是一个人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颗子弹急射而来，绵绵小脚微移遁地面，将一颗小石头一脚踢飞了出去。真的有狙击手，刚才这颗子弹是冲着我来的，也就是说，要是没有阻拦，我已经成为死范天雷了。阻拦子弹的是一颗石头，一脚踢飞的石头能挡住子弹，我操，牛逼啊！本来想干掉一个军衔最高的，没想到哪里飞起来的一颗石头改变了子弹的轨迹，真的见鬼了！对方组织里有高手，大家小心点，这次的营救计划不容有失。范天坑，给我一把狙击枪，我去杀敌。
你能知道敌人在哪里？我已经电话山鹰突击队了，但是他们却联系不上，也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兵来将挡，管那么多干什么？敢进入燕国境内闹事，注定回不去了。也许是什么蝎子或者蜈蚣吧。那你给我狙击枪干什么？放空枪掩护你吗？聪明啊！不管你怎么射，只要让对方知道我方有狙击手就可以了。毕竟你也打不中对方，敌人已经退到2000米开外了，给我做好掩护。特么自己明明是一条龙，却要我在这里当礼炮兵使用，牛刀小试了。绵绵小小的身体不断在山峰乱石之中进进出出，无敌潜伏术开启，瞬间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怎么不见了？刚才是人吗？还是野兽？开启 B 计划，送给他们最后的大礼。自杀式无人机起飞时，黑龙军拿出通讯工具开始通讯，没多久就有人接通了电话，可以听到啪啪啪的枪声不断传。你们自己撤退吧，无法完成接应任务了。在山峰下被执法者堵住了，道路也被封锁。不过对方是菜鸟，我们打算玩半个小时后离开这里。大哥，不是说好我们进攻失败就会将里面的执法者都引出来？你们杀进去救人吗？怎么会在山峰下被堵了？小热，你不会是故意的吧？纯心想玩玩。黑龙，嘴巴放干净一些，撤退完全没问题。我们已经杀了几个执法者，他们留不住我们的，不像你们这些日子过得太好的，失败了只会找爸爸支援。大哥，等撤退后，老子问候你的太阳。不给血刃反击机会，黑龙愤怒挂断了通讯。突然，天空中一条恶星出现，跟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了整个监狱的上空。小日子，抓到你喽！在我面前还敢玩这些花架子？你们看到了吗？这是站在岩石上的人单手开枪打爆的，看着好像还是个小孩子啊，这怎么可能？黑龙军，别管那么多，赶紧走，这里不乱起来，说不定我们走不掉了。不，竟敢坏我的好事，我要干掉他！下一刻，他将枪管抬了起来，锁定前面的影子。几乎在同时，绵绵也是扣动了扳机。就在枪声响起来的时候，以为绵绵必死的黑龙军身体就颤了一下。我中枪了，这怎么可能？一个小丫头！又是一声闷响，边上的一名同伴也被爆了头。他是人是鬼？鼹鼠，有烟雾弹，撤退！这是一个高手。旋即，一股浓烟弥漫而出，迷糊了他们的身形。不，他们看不到了。左侧的家伙爬起来很快，撒开蹄子就要狂奔，结果就感觉胸口疼了一下。这怎么可能？这太恐怖了！我们真的傻。单单知道燕国和平太久了，不会有什么实战高手。但是燕国始终都有拥兵坟墓的说法，这太恐怖了！我要回家找妈妈。哎呀，这最后一个学聪明了。烟雾另外一边，绵绵看到最后一个家伙跑位真的骚得不行，比跳脱衣舞的唐笑笑还骚，什么路线都有。何晨光他们一共5人，被我干掉4个了，最后一个朝着东北跑了。我们分开包抄，别让他跑了。不行，沈绵绵，这最后一个留给我来吧，你不能将所有币都一个人装完了吧？何晨光吐槽了一声，使用出吃奶的力气，朝着东北角狂追。没多久，果然就看到东北那个方向有一个跑位很风骚的影子，在不断狂奔。何晨光抬头，不断调整锁定对方的身影。此刻，他的呼吸都是热乎乎的。风在吼，马在笑，属于我何晨光必杀的一枪要来了，成为传奇狙击手。就从这一枪开始，然后超越沈绵绵那个小屁孩。天杀的，留一个给我不行吗？我叫姐了，都不行吗？我也锁定他了，为什么每次我都晚一步？不是我强，是你太慢了。宝子们，最新的视频已经放在左下角小程序里了，想提前观看后续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左下角小程序。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10岁的小孩姐只是出门踏个青，没想到就被小日子挟持成了人质，威胁警方。但下一秒，小孩姐一个大逼斗，2万多名小日子瞬间就被扇飞了出去。可以去收尸了，一共5个敌人，一个都没有跑掉。不行，得先枪毙了这些犯人，一刻不能拖。这伙人肯定冲着他们来的。完事的快去支援山峰下的执法队。出了什么事情？有人在山峰下狙击了执法者，山鹰突击队去了也没用，好几个执法者被爆头了。他们的意图明显是想攻破这里，太嚣张了。当务之急，先枪毙了这里的罪犯，让他们失去了目标。
肯定有人来救我的。只有我贾跃亭知道价值数十亿钻石的秘密，鬼童组织的头目以及血字组组的头目肯定会联手救我。听说这个鬼童组织成员都是童子，身材不高，但身手了得，渗透伪装最为厉害。他们可以伪装成为小学生，执行秘密任务，屡试不爽。贾跃亭正想着，突然就看到了身材不高的绵绵带着一群人站在法场的不远处。哦，这肯定是鬼童的人，厉害，这都能混进来救我的吗？但是他的心情没有激荡多久，唰的一声，前面的枪手抬枪，做好了射击的准备。贾跃亭急了，慢着，我有话说。他是鬼童的人，肯定是来帮助我的。他之所以迟迟不动手，想必是想逼出我秘密，所以他疯狂朝着绵绵眨眼，希望他这个鬼童能帮他。绵绵也被弄得有点懵逼。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对着我疯狂抛眼神，这是几个意思？这是看我一个小孩子好骗，还是想抓我当人质？绵绵走向贾跃亭，皱眉冷漠看着对方。走过去后，这个家伙压低声音，急速用蹩脚的普通话开口：钻石在，现金在瑞士银行，密码需要你救我出去，我才告诉你，光是钻石就有10亿了。这是我向组织投诚，救我出去，现金也是你的。哪知道听完他的话后，绵绵一脸漠然，什么表情都没有。问你们组织什么意思？我都说了钻石下落，做人不要太过分啊！话音刚落，他就看到绵绵朝着范天坑点头，枪声响起来的时候，贾老板金虎欲绝，朝着绵绵大喊了一连串的数字，不过还是被一枪给爆了头。这是什么？瑞士银行密码？不过他说的组织是什么意思？误会了吗？教官太变态了，说出来踏青，拉我们来看枪毙犯人，还让我们吃了3天的豆腐，这也太恶心了。安然，小声点，这笔钱你用在白虎基地都是为了保家卫国。还有一个地址，你记下来，说是有一批钻石，你查一下在哪里。刚才那个死刑犯跟你鬼鬼祟祟说什么？好像认识你的样子。还有那一连串的数字是什么意思？认识我的人多了去，他算老几？赶紧下去帮那些执法者。山脚下不断有子弹呼啸，那些执法者躲在警车之后，居然都不敢抬头，看起来很是憋屈。真男人，老总来救你们同事呀！你们原则不是不放弃，不离弃吗？哈哈。指挥作战的高队满脸憋屈看着躺在地上一个突击失败的警察，他的腿部中弹，血肉迷糊，人都晕过去了。这些该死的杂种，每隔10秒就在他的身上补枪，这样的战术叫做为师打援。该死，雷电突击队他们怎么还不到？我知道你们都是专业的佣兵，但是这里是严国的地盘，你们出于什么目的可以提，但在这里肆无忌惮杀人，老子告诉你们，你们一定逃不出东海市。姐姐，你的人有本事就冲过来干掉我们，否则我们就会送你去见上帝。就在高队六神无主的时候，绵绵等人站在警车围成的障碍物后面，心直口快的田果冲着受伤的警员说了一句：这仗怎么打的？死伤惨重啊！但他这话落在旁边红着眼睛的张队耳朵里，简直就是天大的讽刺。你是谁？在这里讽刺什么？你有本事你上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没有恶意。再说了，他说的也不错，这个仗确实打得一塌糊涂。当警察就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我要是你，先把泪水吞下肚子去，干掉敌人，败绩战友的时候再流。现在的眼泪就是软弱无能。站着说话不腰疼，赶紧拿走，奶都没有戒掉，在这里说道理。一个大男人，眼泪鼻涕一起流，我都看不起你，站到一边去哭，熊孩子一个。陈善明同志，你出来吧，我们比比，赶紧杀光前面的垃圾，打通道路，赶着回去狼牙吃奶，不是吃饭，饿了。警察同志，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对方是专业的狙击手、佣兵，你们执法者是强，但是专业不对口，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不是看不起你们。我代号雪豹，狼牙的教官陈善明。陈善明教官，你好，但这位是……呵呵，你不认识他吗？听说过蜘蛛侠、黑侠吗？东海市人民口中的英雄就是他了。什么？他是蜘蛛侠、黑侠？这怎么可能啊！我就算相信马保国是一代宗师，他的松果5连鞭子是绝世武术，我都不敢相信这个小屁孩会是蜘蛛侠。爱信不信，冲了！卧槽，回来，危险啊！但下一秒，只见绵绵的身子在扭来扭去，有时候 S， 有时候 Z， 拉风得飞起来，似乎全身都没有骨头。
每一次的转折时间都在0.3秒内完成，这是传说中的曲线走位。世界上最快的狙击手都无法完成锁定，因为狙击枪最快的反应时间必须在0.5秒以上，就算预判都无法完成预判。她真的是蜘蛛侠、黑侠。沈绵绵这个小丫头怎么跑得好像蚯蚓？什么蚯蚓？这是游龙身法，我看过一本书，里面有记载，但是对身体素质要求太高，但凡成年后都没人可以做到，除了软体动物。妈的，怎么越是接触沈绵绵，越是感觉她高深莫测，这以后自己还怎么装逼啊？只见奔跑中的绵绵带着枪，子弹精准钻入冒出来的2个脑袋中，瞬间被爆了西瓜，带走他们的生命。其中一个还是血刃的老大。老大死了，撤退，快撤退！对方有高手，我们死了3个同伴了，快撤退，撤退！感谢宝子们的一路支持和陪伴。最新的一集可以去主页的置顶视频进入，想观看下集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置顶视频的左下角小程序，有条件的可以去支持一下，没有条件的可以等几天就可以免费观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10岁的小孩姐却有80岁的特种兵经验，不仅一枪就打爆了8000米外的自杀式无人机，更是一人就敢追着境外雇佣兵一顿狂虐。他仅凭一人就打造了华夏式佣兵坟墓的传说。我们血刃组长期混迹在战场上，不过在哪个国家执行任务都没有吃过大亏，怎么会被一个华夏小丫头打得毫无还手的余地？我早就说过燕国很危险，你们非说自己是高明的猎人，喜欢最危险的森林，现在怎么办？出来，你们这些废物！刚才不是很嚣张吗？才死了5个，还有几个啊？一起来！姑奶奶要做的事情就是送你们下地狱。别吵了，看到没有？邮箱在我们身后50米的地方，我们往这个方向撤退。等他追过来后，打爆邮箱，炸死这个可怕的对手。这是我们最后干掉他的机会。只要他追来的话。于是3人小心翼翼撤退。可等他们退到了邮箱的时候，正要加快速度撤退，突然一声沉闷的枪声响起来。隐藏在障碍物中的3个桶装邮箱，其中一个冒出刺目的火星。fuck， 见鬼了，快退！可还没等小日子有所动作，一声巨响淹没了他们对上帝抱怨。陈善明这时才刚跑到了绵绵的身边，看着前面100多米外的爆炸，还是懵逼的状态。特么，我一路追着沈绵绵，居然跟不上他的杀人速度，全被他一个人干掉了。本事不错，不愧是范参谋发掘的人才。不过你做事情能不能再稳一些？国家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啊，你都没有长大，万一……没有万一，我做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就在绵绵与陈善明交流的时候，一架5支9加落在草地上，雷战带着雷电突击对所有成员快速下击。敌人在哪里？你们应该来晚了，沈绵绵教官已经解决了问题了，看他已经往回走了，我们一起去迎接他吧。沈绵绵在这里，任务都完成了，你怎么不说清楚？他在这里，我就没必要来。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就当我没有来过。特么，我说错什么话了吗？你都来晚了，执法队死了这么多人，你还发上脾气了？雷教官，沈绵绵教官出现在这里是意外。还有，我会跟狼牙汇报情况，你们却10比预定的时间来晚了10多分钟，我的人死了10几个，不能说有直接关系，但是也有关。哼。随便你说，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已经第一时间赶来了。还有，你的人牺牲了，那是你们能力问题，平时怎么训练的？眼泪都流给了敌人，老子看不起你们，还打小报告，有本事来一场演习。范参谋也在这里，要不打一声招呼再走？我说你喜欢去搞交际，你就去，别跟我婆婆妈妈的，这里都不需要我们，留下来干什么？为那个小屁孩鼓掌庆祝啊！看着失控的雷战，阎王撇了撇嘴，感觉输给了沈绵绵后，雷神有点到了更年期的感觉，情绪很不稳定啊。还得是你，还得是你啊！一出马就解决了天大的难题，我都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了。对了，能告诉我你家地址吗？我打算送奖金与锦旗过去。你这不是害我吗？老爸老妈让我来当兵，还以为我是在夏令营锻炼吧？要是知道我真的上战场的话，第2天就得抓我回去嗷嗷读书了。不要打听我的地址，也不要惊动我的家人，否则你这是恩将仇报了。严重了，你这是高风亮节啊！一共8个狙击手，你去检尸吧，我先走了。再说一次，不要调查我的背景，否则下次出事我不帮忙了。
说完，绵绵将枪丢给高队，小手一拍，走向女兵。半路相遇了之前得张队，对着偶像绵绵一个劲的敬礼。我是山鹰突击队的队长张晨初，刚才我对你误会了，我给你敬个礼，有得罪的地方，你当我就是一个屁人，可以吗？现在我完全相信你就是蜘蛛侠、黑侠，没想到今天第一次见面就得罪了偶像。小意思，我不会记在心里。不过你们需要加强训练。是，必须加强。丢不丢人？搞了半天你就陪着跑了2圈啊！你回去必须加强个人训练，否则你都没资格当红细胞的教官了。今天的踏青到此结束了，你们也看到了，自己不够强大，只能对着牺牲的战友落泪，又有什么用？这才几个武装分子，居然嚣张到来我们国家堵路。虽然都灭了他们，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光荣，而是耻辱，说明我们的军人的震慑力远远不够。他们不怕我们啊，要让敌人怕我们，不敢跨越雷池半步，我们就得强大起来。我一个人再强，也强不过一群人。我也不是3头6臂，不可能出现在祖国任何地方。因此，你们必须自己成长起来，明白吗？明白。血刃组在非洲快速纵横成长起来，传说8人都来自孤儿院，他们的父母死在战争之中，导致这些佣兵非常仇视人类，只要给他们钱，什么都可以做。也不知道雷战他们怎么样了。报告首长，好消息，沈绵绵教官一个人干掉了血刃组8个狙击手，东海厅那边特意发来电报，表示感谢。好啊，沈绵绵居然有这个本事，这可是纵横非洲的血刃组织啊！这些人都是战场活下来的屠夫，这份消息是真的吗？首长，范天雷参谋也在那里，不过包括他以及他手下的陈善明等人都没机会出手。陈善明还陪跑了一阵子，跑过去人就被沈绵绵教官杀光了。按照这样的战绩，太可怕了。他们怎么遇上的？武警总队的高队长说的，他们一起带队去看枪毙犯人，刚好就遇到了武装分子。而在击毙血刃8人组之前，绵绵还在1号监狱的山峰上打掉了携带炸药的无人飞机以及5个鬼童组织的佣兵。我知道了，继续关注逃出去的8个武装分子的去向，犯我言国者，就算逃走了，也必须诛杀，这是原则问题。是，首长。等到参谋出去后，何志军的表情一下子丰富了起来。怪不得1号首长这么看好他，非得让他训练白虎突击队。高总啊，我说了，藏了这么多年的美酒要送给你了，确实打眼，老子都怀疑他是兵王穿越或者开挂了吧。感谢宝子们的一路支持和陪伴，最新的一集可以去主页的置顶视频进入，想观看下集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置顶视频的左下角小程序，有条件的可以去支持一下，没有条件的可以等几天就可以免费观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10岁的小海姐竟然被部队派去海外执行任务，没想到小海姐直接扛着助理和2万吨的战斗机狂飞1万米，只因坑货的雷电突击队全员被俘，急需救援。沈绵绵，这次需要你出境执行任务了。雷电突击队去乌鲁克执行任务，已经失去联系1周了，只有你才找到雷电那些人的下落。可是首长啊，我只是一个没有军衔的人，我爱莫能助啊。你放心，只要你救出雷电突击队，这次拼了命，我也要亲自去军部给你申请军功。我申请不下来，我就找高总一起去。我哥吓坏了。首长，你看你说的这叫什么话？雷战与我虽然有冲突，但是大家都是严国军人，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刚才我是开玩笑的。小教官还真是调皮。乌鲁克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与巴尔干地区相连，政治非常复杂。不过我已经联系了 H 国的驻军，他们会帮助我们找到雷电突击队。紫罗兰，你作为绵绵的助理，要陪着他一起出去。好的，狼特，一定完成任务。就在绵绵准备出发的时候，乌鲁克一间昏暗的房间内，此时的雷战浑身是血。托马斯，你别想从老子口里问出什么话来，有本事就将我杀了。老子告诉你，在你抓住我们的时候，你的信息我已经传递回去了，一定有人来杀掉你。这个世界能杀死我的人还没有出生吧？不过我很不喜欢你的性格。在托马斯的声音响起来的过程中，手里的军刀猛然洞穿了雷战的左边肩膀，雷战的嘴唇发白，明显已经被人折磨了好几天了。
你们这些特种兵能力也就那样，知道出卖你们行踪的人是谁吗？这是你们自己的同胞，想不到吧？在你们出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抓住你只有一个目的，必须拿到信托公司几十亿的米刀，还有一批钻石的下落。这个混蛋目前就在你们燕国的监狱，他已经被你们枪毙了，血刃与鬼瞳的人也被你们杀光了，想必钻石与金钱都落在你们手里了吧？老子不知道你说什么，有种就杀了我！呵呵，杀死鬼瞳与血的那些人，听说是个子不高的军人。根据我的消息，他得到了执行死刑前那个混蛋报出的数字与地址。快说，他是谁？难道他说的是沈绵绵？你犹豫了一下，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呵呵，我告诉你吧，你的战友都没有死，但是每天都被折磨，时刻都会死去。告诉我那个人是谁，我会考虑放你们走。好啊，我告诉你，那个人就是你弟，老子我啊！雷战盯着托马斯，咧嘴干裂的嘴巴，放肆狂笑。他笑得肆无忌惮，恣意狂狷，丝毫没有阶下囚的觉悟。玩我是吧？你没有本事，不敢堂堂正正与我们交手，还收买叛徒，哈哈！老子看不起你，托马斯，亏你还是一个军人。不错，是一条硬汉。告诉你一个消息吧，我通过 H 国的童子兵传达消息给你们国人了，想必你们国家会派人过来谈判。我暂时不会杀死你，你不用刺激我，我知道你们燕国人讲究什么，以牙还牙。也许他们想考虑渗透，渗透不了再谈判。这里是老子的地盘，5公里内都是雷区，除非坐着直升机进来，否则无法渗透进来。不过我这里有的是导弹，直升机开过来也只会成为活靶子。另外一边，绵绵与安然成功到达乌鲁克，站在驻地门口迎接安然的是一个留着短发的 H 国军人。你好，我是接待你们的柳少尉，这是托马斯虐待你们士兵的视频。画面上，托马斯拳拳到肉，不断虐着他，又用军刀刺穿他的肩膀，用滚水烫，怎么残忍怎么来。看来雷战倒是将燕国军人的铁血表现得很不错，没有屈服于敌人。这个托马斯非常嚣张，视频是他派人送来的，他们已经料到你们会来人，同时寄了一句话，他们想要钻石的下落以及瑞士银行的密码，你们知道吗？闻言，安然与绵绵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摇头。说实话，他们还说了不少看不起你们军人的话，不过我就没必要给你们看了，你们看了会很生气，影响你们的情绪。你只要告诉我这个托马斯的地址在哪里就可以了，其他没必要废话。其实不算太远，距离100多公里的东北森林三角地带，但是你们不会就2个人吧？托马斯在三角地带的武装力量有数百人，你们就这样去简直是送死啊！下一秒，只见绵绵一个手刀砍在柳军的脖子上，让对方软软倒在地上。聒噪，还敢看不起我们？走吧，急行军，你能跟得上吗？看不起你的女管家吗？两人的身影快速消失。等到柳时镇醒过来后，他摸着脖子，根本就找不到那对诡异的燕国人了。刚刚我是被那个小丫头给打晕了，这怎么可能？不过就算他们再厉害，就这样去找托马斯谈判，不是找死吗？就算将钻石地址与金钱都交给对方，也是死路一条。可惜那个燕国女军人挺漂亮的，看来要成为好色的托马斯的女人了。感谢宝子们的一路支持和陪伴，最新的一集可以去主页的置顶视频进入。想观看下集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置顶视频的左下角小程序，有条件的可以去支持一下，没有条件的可以等几天，就可以免费观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前面就是雷区了，停下来。有地雷，有地雷，地雷可以作为爆破使用，埋雷的手法以及拆雷的手法开始融入宿主的脑海，这是一门技术，请谨慎使用，珍惜生命，远离雷区。远离是不可能远离的，按照那个 H 国军人的说法，雷区之后就是敌人的地盘了，雷电突击队的成员就被关押在雷区之后，只能从这里过。紫罗兰，接下来你做我背后的女人，我走哪里你跟到哪里，一步都不要偏离。你背后的女人？对，这里到处都是地雷，我都不知道蔓延多远，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对地雷过敏，走到哪里就知道哪里有地雷，你必须跟着我走。行，你都不怕雷区，我怕什么？你走吧，我跟着你就是。话音刚落，在安然愕然的眼光下，绵绵直接就在雷区狂奔了起来，整个人的状态仿佛脚下不是雷区，而是自己家中的后花园。难道这里不是雷区？骗我的吗？只见安然悄然开启了一个微型的探雷器，下一刻
我的姑奶奶，这里都是雷啊！你这样飞奔，不怕是阎王爷邀约吗？不管了，跟上去再说。燕国军人被抓了8个，你们都知道吧？这些人挺硬气的，被打了一个半死，都坚决不吐出一个秘密。那又怎么样？要不是将军想得到宝藏的下落，早就杀死他们了。托马斯也真是，自己天天玩女人，我们天天站岗，1年多都没有见过一个女人了。突然，一个士兵眼光扫过森林边缘，眼珠子一下子睁大。上帝，我出现幻觉了吗？一个美女走过来的，她好漂亮，这身段，这气质，比我以前见过的那些漂亮多了。一旁的2个同伴也立刻转身。就在此刻，血亮的招式在第一个开口的士兵脖子上一抹而过。滴血，滴血！怎么回事？我怎么动不了了？不用挣扎了，你们已经被我用特殊手法制服了。等会我会分开拷问你们，要是你们回答出来的答案不一样，我就一刀割断你们喉咙，就好像你们刚才死去的同伴一样。说完，绵绵单手提起来其中一个武装分子，轻若无物一般走向远处进行拷问。而另外一边，安然也走了过来，开始拷问剩下的武装分子。被你们抓住的人关在哪里？小恶魔，这是一个小恶魔，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杀死了一个同伴。他是怎么穿越雷区过来这里的？武装分子还在思考刚才的问题，回答慢了一些。下一刻，一把军刀就刺入他的大腿侧，疼得他抽搐了起来。我耐心有限，1秒内不说出答案，我就是一刀。而且我还小，常常控制不了下刀的位置，说不定下次就是你的喉咙。你想试试吗？ No， 我说。很好，你们将人关押在哪里？在地下监狱，通过地下通道就是地牢。你们的人分开关在2个地牢中，分别是1号与2号。抢答的不错，你的头目叫什么？他有什么能力？他叫托马斯，那个混蛋，米国退役的少校，特长格斗，枪法也不错，其他能力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喜欢玩女人，而且老小都不放过，见了女人他走不动的，8岁的扫地阿姨他都不放过，混蛋一个。特长格斗，好色，你回答的不错，又快又好。绵绵没有跟他废话，单手提着他走了回来。另外一边，安然也已经问话完毕了，2人碰头对答案一模一样。抱歉，你们说谎了。恭喜宿主干掉2个武装分子，奖励40经验值。恭喜宿主获得天空猎杀技能，恭喜你获得强化机会1次，是否强化？来不及融合天空猎杀了，这应该是一个空战技能，而不是野战技能，也用不上吧？不急，先强化。绵绵立刻使用了强化机会，下一刻就感觉到自己的筋骨变得更加强劲。好强的力量，感觉我现在已经是无敌孙悟空了。怎么说，我也是金牌特工，第一次感觉执行任务这么被动，如此尴尬，什么忙都帮不上啊！说出去也太丢人了，我还答应了榔头要好好照顾你呢，结果啥都帮不上啊！唉，别急，以后有的是表现的机会，乖哦，别抱怨了，我们赶紧去地牢。下一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绵绵一下子消失在他的面前，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的妈呀，不是我亲眼所见，真的万万想不到，这是伪装术吗？这不科学吧？开挂了啊！安然肯定被自己帅到了，不过事后再警告他一下，不要乱说出去。就是这里了。只见一间略显昏暗的房间内，阎王等几个雷电突击队的成员正在被人好像粽子一般吊着，2个士兵在他们身下不断挥鞭打着他们。老子是你们爹，你们这些孙子打自己的爹，不孝子孙，不孝子孙。雷战怎么没在这里？先救下阎王等人的话，容易打草惊蛇，还是先去找到雷战，再见机行事。正在犹豫绵绵的时候，下面一个打累了的武装分子收起大鞭，用蹩脚的普通话骂起来：“你们燕国特种兵真他妈的没用！”确实没用，都没有动手就被我们抓住了，蠢货！所有燕国的军人都是这个样子吗？妈的，叔叔可忍，绵绵我可忍不住了。绵绵没有回应，小小的身子凭空跳起来，白白嫩嫩的小手掐住2个武装分子的脖子，强大的力量爆发，硬生生将2个武装分子压倒在地上。拿有强化剂的力量，瞬间将他们勒得双眼泛白，跟着咔嚓一声，2人的脖子就断了。恭喜宿主杀死2名敌人，奖励40经验值。房间内，
从绵绵跳下到暴气杀敌，也就是10几秒的样子。阎王等人都惊呆了。是沈绵绵，她来救我们了。我的天，她怎么闯进来的？沈绵绵，你快去救雷战，他在另外一间牢狱。你们先恢复，我先去找雷战了。这个家伙嘴巴比较臭，死在这里就不好了。想出去，记得炸了监控室。紫罗兰在外面接应你们，他的手上有武器。说完，绵绵转身就走，消失在阎王等人的面前，就没有惊动任何人。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进来把我们救了。真别屈，我们堂堂雷电突击队被一个小丫头救了。感谢宝子们的一路支持和陪伴。最新的一集可以去主页的置顶视频进入，想观看下集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置顶视频的左下角小程序，有条件的可以去支持一下，没有条件的可以等几天就可以免费观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参加特种训练第28天，10岁的小海姐竟然要单挑500名米国的兵王，本以为会被兵王们揍得鼻青脸肿，没想到小海姐只用了一招，就把米国的兵王们全部干掉。嗨，呵呵，知道谁出卖你吗？户外军工老板，国际杀手王亚东，他是从蝎子手下想重新做人，却泡了你们女大学生。呵呵，你们严国人真的没用，低等民族就应该消失在这个世界里。骂着骂着，突然格斗家的直觉让托马斯感觉到了巨大的危险，全身汗毛竖起来。他回头扫了四周一眼，没有任何异样，没有异常，但是切切实实感觉到了内心的寒意。这是战场上培养下来的危机感，肯定有巨大的危险在朝着我靠近。这是高手的压迫感，绝对的高手。下一秒，砰的一声闷响，房门被人踹开，严阵以待的托马斯眼珠子一凸，看着一个板着小手、一脸严肃走进来的一个人。哎，你是高手？普通话说的不错，低等民族是你说的。你这个年纪不是制造泪水雨排便吗？为什么你身上会有高手的气息？上帝，我看到了什么？等你死的了，我就告诉你为什么。不要大意，他是米国退役的兵王，格斗教官，外号人熊。你真是高手？难道你是侏儒？你才是侏儒，你全家都是侏儒，吾与汝父同道中人。敢占我便宜，小屁孩，找死！下一刻，硕大的拳头砸向绵绵，呼啸的破空声响彻在托马斯的耳畔，他立刻心中一凛，果然感觉到了拳头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量，好像被小铁锤撞了的感觉。这是铁拳，再来。那本小姐就大发慈悲，勉为其难的满足你吧。这强的离谱，力气也太大了吧！他难的是超人，这是什么力量？托马斯并没有绝望，相反，他的眸子反而炽热了起来。来啊，继续！要么你打死我，或者被我打死。好久没有玩的这么痛快了，居然有人在格斗中一拳打得我吐血。本事不大，废话还是真多。绵绵的身子一扭，快如闪电的鞭拳猛然劈下，好像开辟火的小刀，锐利精准。比我还丑，报应，这就是报应。绵绵真是变态，这是哪里鞭腿？这是削皮吧？告诉本小姐，谁才是低等民族？说着，绵绵猛然用力，咔嚓一声脆响，托马斯的狂吼声中，他的脖子断了，眸子里的光芒已经开始涣散。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上次这个小家伙还没有出全力。雷战看着绵绵的眼神变了，变得很狂热，还带着敬畏。还算一条汉子，没有屈服于敌人的淫威，没有丢掉严国军人的尊严。这个角度看你还挺帅的。你倒是帅得一塌糊涂，放我下来吧，小美女。绵绵刚要过来，放在旁边桌子上的手机此刻响了起来，声音非常刺耳，屏幕上的名字赫然显示着一个泡妞的国际杀手。你好，我是王亚东，蝎子的人情我已经还清了，麻烦你跟他说一声，我不想与他有任何接触了。还有，我下个月就结婚了，你们不能再打扰我了。这件事要是曝光出去，我在严国都待不住。最后，我问一下，你们对严国军人怎么样了？王亚东老男人，他泡的是何晨光的女友林小小吧？都跟自己老爹差不多的年纪了，还追女大学生，追也就算了，还瞒着自己身份，瞒着也就算了，还未婚先孕。这个家伙是叛徒，我们就是被他出卖的，否则也不会一下飞机人就被围起来了。抱歉，你要找的托马斯已经死了，洗干净屁股等我，我们很快见面了。对了，你最好放过那个女大学生，你配不上她，你比我爸还老，要点脸吧。说完，狠狠爽了一把的绵绵
也不给对方反应的时间，直接挂断。傻了吧？听着我一个小孩子的声音，他肯定懵逼了。就让他猜，就让他睡不着再说。雷神，想不到在这样的小地方都能看到你这样的大人物了。这他妈就是奇迹！靠着个人势力穿越5公里雷区，还杀入地下监牢，将我们救了出来。别再打趣我了，你有什么计划离开这里？走吧，先去接阎王他们，我已经救下了他们了。没多久，两人就来到了阎王他们所在的牢狱上方。愕然看到阎王等人再次被人控制起来了，站在他们面前有4个持枪的武装分子。不是，我都已经救过一次了，咋又被抓起来了？怎么感觉你们雷电执行任务不是被人殴打，就是在被人殴打的路上？我们是被人出卖了，阎王他们受伤了，仅此而已。哎，还是得本小姐亲自出马。看什么看？不认识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一群没用的大家伙。队长，没事吗？哥，死不了，这次雷电丢人了，情报工作太差了。出卖我们的人是国际杀手王亚东。王亚东，他在哪里？老子抓住他先奸后杀，气死我了！行了，省点力气。你们怎么被抓了？路上又碰到其他人了吗？惭愧，你走后，我们刚出去就遇到全副武装的士兵，拐角那里还吓了我们一跳，直接就被抓了。为了掩饰你去救雷战，我们只能配合了一下，是自己闯出去的。然后你看到了，又被打了。拐角遇到爱呀！绵绵无语，从口袋里抓住通讯工具，助理安然刚好发来了一条消息：已经找到飞机场，正在布置炸药，5分钟后我炸掉这里所有飞机。珍珠港事件啊，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勇猛。行了，一个个都剩下半条命了，休息一下吧，等会带你们出去。兵贵神速，这个时候还等什么？还是说你还有什么计划吗？紫罗兰准备炸了这里的机场，剩下1分钟就会爆炸。果然，紫罗兰还是担心我的，原来他也来了。感谢宝子们的一路支持和陪伴。最新的一集可以去主页的置顶视频进入，想观看下集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置顶视频的左下角小程序，有条件的可以去支持一下，没有条件的可以等几天就可以免费观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10岁的小孩姐竟是天生的鸡王圣体，各种高难度的特技飞行动作随手拿捏，就连敌军发射的8千米也被小孩姐轻松。就是飞一般的感觉，太爽了。这里，安然在不远处对着绵绵招手，那曲线玲珑的身材，看得雷震的眸子都在发光。他果然是来救我的，还炸了机场。紫罗兰，下一刻，雷战什么都不顾，张开双臂想去感受安然伟岸的胸怀，安然却无情与他擦身而过，然后狠狠与身后的绵绵抱在一起，紧密无间后，才喜滋滋开口：我炸了机场了，还剩下1架飞机撤退，你的女助理做的不差吧？他居然不是担心我这个受伤的人，他担心的是那个小屁孩。队长，别想太多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都浑身是血的，这个他好像都看不到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快上飞机，敌人要来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情爱爱的情圣吗？完了，我们几个都受伤太严重了，开了部飞机了。紫罗兰，你开过飞机吗？你来。我什么都会驾驶，就是没有学到开飞机。惨了，你们能用脸开？再不走就来不及。让我来，多大的问题？磨磨唧唧的。绵绵说话的同时，顺便将天空猎杀技能融合了。天空猎杀是一种无敌的驾驶技能，精通所有飞行类机器，包括直升机与战机，且将宿主的驾驶技能提高到难以想象的境界。宿主飞行是一门猎杀类技能，而不只是飞行的本身。你即将成为空中最优秀的猎杀者。绵绵跳上驾驶位置，在雷战等人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各种眼花缭乱的操作。爽，可惜不是战机。不是，他怎么会开飞机？见鬼了！敌人过来了，要是慢一步，我们就被分尸了。好险！话说沈绵绵教官，你怎么懂得开飞机？你这个总不会是学校教的吧？呵呵，学校只会让人做作业，我都想炸了他。穿越雷区，炸了基地，特么还会开飞机，这比马保国是1代宗师还神奇。他不会是兵王穿越，或者激活了什么记忆吧？雷战实在想不通了，他想将自己的脑子丢了，不要了。基地深处，
刚刚从温柔乡醒过来的阿芒将军正在听着手下通讯参谋的汇报。未知的敌人入侵，穿过雷区，炸了我们的机场。等我们赶过来的时候，唯一一架运输机就在我们面前起飞了。初步推算敌人不会超过20人，但就是这点敌人，居然破了3道关卡，杀死托马斯，带走了囚禁的要犯。给我发射导弹，不计一切代价将飞机打下来，别让他们逃出基地，这样我的颜面何存？是，将军。连续3枚导弹升空，朝着绵绵等人飞去。天空猎杀技能警示，有导弹从东北方向射来，1分钟内到达。建议你使用 S 型无序推进。作为天空的王者，请宿主显示自己的风采，准备战斗。卧槽！我要回家，我开的是直升机，你让我杠导弹。你们做好了，准备无序飞行，导弹在1分钟内到达。不想掉下去，自己想办法。重伤的阎王等人顿时垂死病中惊坐起，立刻默默固定自己的座位，抓住可以抓住的东西。下一刻，绵绵的手放在控制台上，变成了幻影。随着他的动作，飞机好像落叶，开始大角度旋转，瞬间失去了所有重力的。连续3枚导弹擦着机身过去，炸出冲天的火光。都过去了，我的天，他还是人吗？大家都是9年义务教育，为何他如此优秀？报告，对方摆脱了我们导弹追踪，已经进入 H 国驻军区域。初步怀疑米国卖了我们假导弹，否则怎么可能锁定不了对方的飞机？假的导弹都卖假的，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调查是什么人进来了，伺机报复，这件事不能这样过去了。特别是一个叫做王亚东的国际杀手，托马斯就是通过他抓住了严国军人。好的，我们会对王亚东展开严密的调查。绵绵驾驶运输机稳稳当当停在 H 国驻地，接机的还是上次的上尉柳时镇，这次他的身边还跟着另外一个叫做大荣的军人，同时还有这里的医疗队的带队医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她叫慕烟。刚才的爆炸是你们严国军人引起的吗？还有谁打了柳上尉？麻烦你尽快安排手术，特别是阎王同志，他屁股钻入了子弹，需要取出来。伤者没有国界，交给我来吧，你们跟我来。他们刚才驾驶着直升机过来的，还引发了爆炸。我趁他们的到来会打破掉这里的安全。阿芒将军一定会报复过来，这个人很记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他们的基地已经被破坏了，马上就会搬离这里，请相信我们。你们炸了阿芒将军的基地，怎么可能？里面有几千佣兵，你们能逃得出来？我不信。听说你们就2个人进去，你还带着一个小屁孩，就你们2人炸了阿芒将军的基地。小家伙，是你打晕了柳时镇，对吧？我们过几招，我看看你能挡得住我几招。我实在不相信你这个样子有什么实力。大荣的话都没有说完，感觉眼前一晃，脖子剧疼，然后整个人就直挺与大地谈了一个恋爱，彼此爱得很深沉。叽叽喳喳的一天，聒噪。绵绵拍着手掌，转身就离开了。这个也太快了吧！一个手刀就砍晕了人高马大的大柔，怪不得自己反应都来不及。为什么他这么强？9年义务教育做得好。9年义务教育，从小练武吗？严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家，我下次申请去看看。我对你们国家太感兴趣了。感谢宝子们的一路支持和陪伴。最新的一集可以去主页的置顶视频进入。想观看下集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置顶视频的左下角小程序。有条件的可以去支持一下，没有条件的可以等几天，就可以免费观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10岁的小孩子带领的白虎突击队，竟然一天就狂赚几万亿美刀，这可把币王何晨光给整抑郁了，只能一人默默饮酒醉。苍天啊，既生他沈绵绵，何故还要生我何晨光啊？你说什么？我才去军部参加会议1周，你竟然让他带兵，让他出国？我的妈耶！你脑回路真清奇，用人比我高，示威胆子还大啊！我是看沈绵绵是天生的怪才，想到了历史中一些英雄，打算让他试试，但不是让你真的当他是大人用啊！小何啊，好像绵绵这样的天才，只要土壤好，等他长大了，什么林子都敢飞的。但不是现在啊！我得到信息，阿芒将军那里已经发射了导弹了，绵绵怕是回不来了。什么？发什么？发射导弹了？娄总，
你不在的时候，他一个人干掉了鬼童与血刃一共15个专业佣兵，实战能力牛逼的飞起，加上雷电失踪，我这里无人可用，才想到让他试试。没想到对方居然发射了导弹，为什么啊？他疯了吗？这样全世界的眼光都在他的身上。阿芒将军毕竟是一个反动势力，不怕暴露自己的大本营吗？妈了巴子，你沈绵绵都证明他是天才中的天才了，你还让他夭折了？小何，老子告诉你，他要是挂了，你得上军事法庭，你还使用童工，老子忍不了。你当初就看不中他，现在还丢他去国外战场。要是宝贝计划没问题，沈绵绵绝对成为东南军区的杠把子。结果糊涂啊！两人相对无言，只有愤怒。没多久，通讯参谋激动的好像花10万中了2.5亿彩票，狂喜开口报告，2位首长接到了来自紫罗兰的电话，他说沈绵绵教官已经救出雷电突击队所有人，正在 H 国驻地接受治疗，全员无恙。高总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旁的何志军从地上跳了起来，好像年轻了10多岁，咧着嘴笑。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说了，这世上没人是绵绵的对手。阿芒将军的人也不行，我看人的眼光果然不错，没出事就好，没出事就好。全员无恙，好，居然能从阿芒将军地盘救出雷电突击队，还能逃出导弹的追踪，也就是说，对方的导弹打了一个寂寞。是的，首长，应该是打空了。天才儿童，我果然没有看走眼，小年纪居然就有搅动天下风云的本事了。我找军部的人给他申请特殊航道，派专机接他回来，然后东南军区所有干部在机场等着，这是英雄归来，他沈绵绵值得这个待遇。说着，高总开始打电话给军部。下午，东南军区以高总为首的大佬站在机场严阵以待，迎接绵绵的到来。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绵绵，你这次是孤胆英雄，深入乌鲁克这样的凶险之地，救回了雷电突击队不说，听说你们回来的途中乌鲁克发生大楼倒塌事件，你出于人道精神，还营救了几十个受困者，一个人顶得住其他几十个国家的战绩，实在是了不起，为国争光啊！是啊，绵绵，你今天可是大出风头，记者可是全球直播着，事迹都传开了，都惊动整个世界了。你沈绵绵的形象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光是严国的粉丝就有数千万了。卧槽，被拍到了！那老爸老妈应该也看到我出国执行任务啦，不会抓我回去读书吧？鉴于你的优秀表现，我已经写了报告，特别给你申请军功。军功问题不大，但你的年龄在这里，加上没有正式入编，军衔那个可能还不确定，你应该没意见吧？司令，我要是说小有意见呢？军衔方面，不管上面批不批，东海监狱以及这次出国执行任务的功劳，我先给你记一个挂名的上尉军衔。等你成年后，只要你还是东南军区的军人，我高士威拍着胸膛给你保证，亲自给你去军部讨回来军衔。切，搞得我好像挺在乎军衔似的。我只是想着某一天挂满勋章，回去家里装逼，然后将老师开除了，不用再继续读书了。白虎基地，绵绵与安然两个当家的不在，二当家唐信一带着白虎女兵们已经训练了3天了。唐教官，我的小表妹去哪里了？她是不是去执行任务了？是啊，唐教官，我们的总教官去哪里了？3天看不到他了，不会是出事了吧？哎呀，都担心他啊！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小教官已经被人拐卖去山区了。唐小三，你皮又痒了，你大姐大我回来了，小心我打你小屁股。可以啊，能活着回来，我以为你们在乌鲁克回不来了。你没有看新闻吗？什么新闻？你们大当家、二当家都不在了，这里谁带兵啊？紫罗兰，你怎么看起来容光焕发的，好像去度蜜月了？心怡，这里交给我们了，你去看看国际新闻，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就不直接说了，嘿嘿。行了，很久没有见面了，小别胜新婚，送你们一个大礼物，越野5公里。教官，你对我们真好，我谢谢你。等到女兵列队开始环绕着青龙操场狂跑的时候，突然唐心怡大声喊起来：我的天，你们闹到全世界出名了啊！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不是去救人吗？怎么变成为虎了？绵绵，你真有本事啊！本小姐没有看错，居然一个人能救38个人，现场所有维和国家救援的人数加起来都没有你多，你是怎么做到的？不是有手就可以吗？哎呀，我打死你！你还跟本小姐装逼！我跟你说，他给了我几十个亿。你说什么？他给你几十个亿？怎么可能？他有吗？是这样，在东海监狱，一个临刑的犯人告诉了绵绵一个瑞士不记名账号，
密码，账号里面居然有几十亿美刀。绵绵将这些钱都给我保管了，我准备都用在白虎基地的建设上面。哎呀，你什么表情？我去，多少？你再说一次。几十个亿美刀！我的天，紫罗兰，分给我一半，我帮你保管。狗屁！你现在是小三了，你要管钱也行，你自己去跟绵绵说，这是他的钱，凭借自己本事赚的。他杀死了鬼童与血刃组的人呢。我的天，几十亿美刀，换成人民币多少钱啊？绵绵他会赚钱了吧？在科研办公室要申请几十万的经费，都需要层层审批，没有几个月下不来。不行，我得出找他要，不对，必须抢。唐心怡急匆匆想去找绵绵表明自己的态度，结果刚出门口就看到李二牛鬼鬼祟祟在白虎基地入口那里东张西望。二牛，你在这里干什么？啊，唐老师你好，俺是来找绵绵的。是这样，何晨光坐在山头上，一个人饮酒醉，行为很怪，谁说什么都不听。俺想着绵绵是他唯一服气的人，他一定听他的，所以找他来帮忙。我们是战友啊。就这样的小事情，你们来找绵绵解决？还有何晨光一个大男人，还玩什么心情郁郁啊？他这样饮酒是违反规定的。二牛，走吧，我知道为什么了，我们去找他吧。刚好有一件事情需要带他去解决一下。唐心怡刚要问清楚，绵绵已经带着李二牛出去了，直接去红细胞基地。不行，我必须跟过去，否则财政大权就永远落在安然的身上了。大姐大，等等我给你当司机。过去红细胞有点远，我去过很多次当老师了，我路数。宝子们，最新的视频已经放在左下角小程序里了，想提前观看后续精彩剧情的，可以点击左下角小程序。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10岁的小孩姐带着何晨光三人组报答50岁的油腻大叔，只因50岁油腻大叔竟然勾搭上了何晨光的18岁女友，给兵王何晨光戴上了绿帽子。男人喝闷酒就2个原因，不是失恋，就是老婆跟别人跑了。你属于哪一种？沈绵绵，你个小屁孩懂什么感情？对，你说的都对，我不懂感情，但是我带出了一群女兵，她们都对我死心塌地的。少年成名是不错，但是你太小了，充其量就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小怪物。你当那些女人真的愿意听你的？这都是命令。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把握的生物，谁也看不透。要是有一天你不当教官了，回去读书了，在街上他们都不一定认识你。哎呦呦，何晨光，你什么身份？居然骂我唐心怡的人啊！我都舍不得骂他一句，你居然在这里大放厥词！我这就打电话给你的指导员，问问怎么回事。一个特种兵偷偷喝酒，还赶我的大姐大，还有王法吗？这打开的方式不对吧？世界乱了，还是我疯了？这还是那个高冷的唐教官吗？好像摇着尾巴的拉布狗。你真牛逼！哎，绵绵啊，参谋长说我能追上你，说我还年轻，但是越是与你比，就感觉活得好像一条狗。你都世界闻名了，老子居然还失恋了，被女人抛弃了。你说是你太变态，还是我何晨光太失败了？说说你的故事，我给你办了。对啊，乳酸菌，你怎么回事？有什么事就跟兄弟们说清楚嘛！一脸高冷的，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你要自杀了。陈哥，你吓到我了，只能搬出绵绵姐，果然他一出马就解决了。面对2个兄弟的嘘嘘，何晨光一脸的苦笑。被你绵绵姐自省了，算了，也没什么。我说了吧，就是失恋了。青梅竹马的林小小，在我当兵后，与学校门口开户外军用品的中年大叔好上了。本来我觉得自己能看得开，毕竟嘛，天涯何处无芳草。但是，就是看了你的新闻，都扬名全世界了，想想自己一事无成，还失恋了，人就崩了。来都来了，我带你们出去一趟，一起去看看那个敢拐走你女朋友的王亚东，到底是不是耳朵旁3鼻孔？走吧。挺会骗女人啊，山猫，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在燕国欺骗一个大学生？厉害，真厉害啊！我忍不住为你鼓掌了，充分利用女大学的单纯善良，扮演暖男大狗熊的角色。你是谁？谁让你来的？你们目的是什么？托马斯委托我，让我问候你，感谢你提供的情报，终于让他抓住了雷电突击队。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过来送你去见他。他死了。射车。王亚东看到情况不对，立刻拉着林小小转身跑向车子。下一秒，绵绵如闪电一般飞奔而来，一下子就抓住了王亚东的腿，然后一个风
在巨大的力量下，啪嗒一声摔在地上，而他手里的林小小已经落在杀手绵绵的手里。有什么冲着我来？不要伤害他，他只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学生。哦嚯，你也知道他什么都不懂的大学生啊，好骗是吧？缺女人了，为什么不去会所找？你满身血污来这里算计我们严国人，你不是对他很好吗？跟我去部队一趟说清楚。对对，你是部队的人。小小，他确实是国际杀手，你离他远一些。我不信，他怎么可能是杀手？姑娘啊，他一大把年纪了，凭什么就对你这个年轻女学生好啊？怎么不见他给老爷爷老奶奶打折卖东西？你想过没有？他要是国际杀手，明知道你跟着他，下场好不到哪里去，非要跟你处男女朋友，他图你什么？抛开你年轻漂亮，难道图你老，图你不洗澡吗？翠花告诉我，一个男人真正对她好不好，就要掏心掏肺，裤子都要脱了，否则都不是好人。何成龙，你想破坏我们感情，也不用找一个小屁孩来演戏吧？我是国际杀手，我能入境，能在这里开店吗？这个演员哪里找来的？你才是演员，你全家都是演员，有本事别还手啊！你们都不用帮手，看看常威是怎么打来福的。绵绵指住王彦斌与李二牛过来帮忙，抓住王亚东的手，来了一顿狠狠的暴打。这是吃什么奶粉养大的？为什么力气这么大？还可以啊，挺能挨打的。对了，托马斯在我的手下走了3招，人就不行了。砰一声，王亚东这个国际杀手直接晕了过去。看到王亚东晕倒，本来捂脸蹲在地上的林小小突然失控冲过来，让绵绵放开他。愚蠢的女人，我知道你们做的所有事情。首先，这个男人故意卖低价商品给你，博得你的好感，然后故意造成你与何晨光误会，对吧？他没有造成误会。其次，你去部队找过何晨光，是不是见过特种兵执行任务的场面？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亚东，对吧？愚蠢的女人，我都知道你被人骗了，还帮人家数钱。没死，就吱一声。回答问题。你前几天让我去部队找何晨光，然后问了一些情况，就是套取这个秘密。看到王亚东沉默皱眉，林小小人傻了一下，突然就哭了出来。你为什么要骗我？我确实是杀手，但是见到你后，我改邪归正了，所以打算还了组织最后的人情，与你好好相处。没想到你什么东西，用别人的生命来还人情？行了，照照镜子吧。你以为你还是何晨光这样的小年轻啊？皱眉比过马路的奶奶还多，还学年轻人谈恋爱？我呸！王亚东还想挣扎解释，结果又被一拳直接打晕过去。带走，交给雷电突击队，他们一定很想见到他。晨光，对不起，我其实有赌气的成分，你一直没有陪着我，他代替了你，我。看着何晨光心疼的样子，绵绵一脸的无语。死舔狗，你们2个快走了，这是别人的爱情，我们不好插手了。狼牙医疗室内，雷电等人正在被疗伤，同时也还在抱怨着这次的被俘事件。疼，太疼了！狗日的托马斯，你死得早了，老子问候你全家。雷神，到底是谁出卖我们的？日大仙人板板阴沟里翻船，抓住他，老子要拔他的毛！王亚东，代号山猫，我也不知道他在能力。听托马斯提过这个王八蛋，他是什么国际杀手？狗日的，老子伤好后剥了他们的皮。突然，房门被人推开，一个人横着飞了进来，就好像过年的猪。哟，都在啊！这个人送给你们了，先给他治疗，治好后随你们玩。他是啊，为什么送给我们？下手不轻啊，鼻子歪了，还有内伤。他叫王亚东。什么？他就是王亚东？等绵绵走出去后，身后传来满屋子的叫骂声和喊骂声。10岁的小孩姐带领女兵们参加全球最强特种兵的选拔。这里的气候条件不仅常年在零下250度以下，死亡率更是高达99.999%。小日子更是出言嘲讽年仅10岁的小孩姐，但下来就被小孩姐一拳给掀翻了。我要打10个，你们全部一起上吧。狼头，最近有没有实战机会？我的女兵需要一次实战机会。有，不过你可能不敢接。你直接说就行，我不是犯天坑，不用拐弯抹角，阴谋阳谋我都不怕。我倒不是吓唬你，西伯利亚集中营你听说过吗？曾经培养死士的集中营，2战后改为训练地下黑拳手。近几年
这个集中得到国家的支持，洗白成为朱可夫特种兵营，第一次向全国邀请特种兵进行笔试特训。这是一场真正的死亡之旅，不限年龄，不限身份，不限国家，而我们国家也在邀请的行列之中。根据我的调查，那些地下拳手的死亡效率太高了，1000人特训后不会有超过100个活下来，而经过残酷的地下黑拳比试后，活下来又不会超过10个。这些特种兵结合拳手的存在，已经超越了兵王。可以说，能从这个集中营活下来的士兵，就是恐怖的杀伐工具。我知道这个集中营，没想到还能洗白。他们确实可以培养实战的死士，但是太过变态。朗特，这个朱可夫集中营，不管怎么改名字，肯定是草菅人命的地方。战斗民族不是开玩笑的。女兵虽然变强了，但是不能拔苗助长去送死啊！绵绵，这个不用考虑了。现在女兵好不容易被训成你喜欢的样子，要是送去哪里，他们会成为没有人性的杀伐机器。木的感情。我问的是沈绵绵的想法，我这是告诉她是有这个实战机会。况且我们国家和平太久了，特种兵被认定是最弱的，他们邀请也是出自对大国的尊重而已。不过据我所知，小日子也去了，我们不一定要去，这是个人意愿，毕竟去了不一定能回来了，这可不是过家家闹着玩的。和平时期没有更好的任务，白虎留在基地天天特训，提高的机会已经不大了。想到这里，绵绵赫然转身，平静地扫过所有女兵，开口道：有一个变强的机会摆在你们面前，但是时刻可能没命，你们敢吗？报告教官，你要是觉得我们可以，我们就可以去。从当特种兵开始，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我怕死，但非要去，那就去吧。我附议。听着女兵这些报告，绵绵听得出来，他们自然也担心的，紧张也是不可避免。这也是跟何志军要实战任务的原因。没有见血的女军人，永远都是花瓶。我离家之前，给我爸妈写过一封遗书，我念给你们听听。绵绵踏前一步，板着手，一脸的高冷。孩儿立志闯州关，学不成名是不还，埋骨何须桑梓的，人生无处不青山。他表情严肃，气势俨然，语气铿锵，这样视死如归的大义，高尚的理想，感染了在场的女兵。他们还在沉默，那是心中有一种激荡的情怀。差点忘了，教官他才10岁出头啊，都如此豪气了，自己还扭扭捏捏的，真是惭愧呀。报告，我决定了，死就死，我去了。报告，我还是怕死，但我想去。报告，如果有机会变强，没什么犹豫的，我去了。这小家伙还真有本事，居然将这些女人都打造成他自己的形状了。很好。绵绵转身对着何志军敬礼。什么时候出发？你通知我们就可以了。没其他事情，我带他们回去训练。你不考虑一下吗？太危险了，他们才训练了3个月。你紧张什么？军人不都要经历这一关？我什么都知道，但是就是紧张。那可是朱可夫死亡之地，零下几10度。我们先辈零下40度，一样啃着石头一般的土豆，半路狙击敌人。我们继承了他们的兵魂，这不算什么大事。不过我对朱可夫集中营确实不大了解，你拿着钱先找人，给基地布置一个兵室，带着大家先提前习惯习惯，多买点提高热量的限量人参，给他们都补补。宿主以微博之躯接受西伯利亚的任务，奖励限制级蚂蚁强化机会1次。少年兵王系统发布终极级别任务，宿主能完成挑战，系统奖励500经验值，同时开启限制级无敌格斗术。好久没有蚂蚁强化了，这次加了一个限制级是什么意思？不会是什么儿童不宜的东西吧？限制级，这是系统将技能调整了一下，突破生理的限制，让格斗术的逼格更高。这是一种打破生理极限的技能，主打一个限量级的私人定制。这么看来，这是让我突破生理极限的高级技能，好东西。先不管了，蚂蚁强化。很快，西伯利亚的中心地区已经过来了各国的最强悍的军人，只有绵绵这新人强行插入队伍后，就显得相当耀眼，就好像黑夜中的萤火虫。5星旗，是炎国的军人来了！上帝，居然是一个小丫头，9个女人，我没有眼花吗？诸君，在我等看来，这是炎国人不尊重赛事，故意派个小屁孩和一群女人来送死的，爸爸。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这些人不简单，特别是那个小丫头，小年纪，眼神却很坚毅。这些议论声中，最为直接嚣张的还是太阳旗的小日子。他们一行10人都是强壮的男军人，脸上都一种猥琐的气息，明显参加过实战的军人。赛事没有任何规定，
不限年龄与性别，你们看不懂吗？看不起女人，这是看不起你们的母亲吗？爸爸，你这是问候我们母亲吗？我爷爷告诉我，他这辈子干的最光荣的事情，就是2战的时候，在燕国杀死了10多个好像你这样的。我也觉得帝国军人应当如此。还有你多大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我们副队长田宇军可是搏击高手，居然一言不合就被一个小丫头一拳打得飞出去6、7米。天照大蛇啊，他可是田宇军啊！各位，不是我自己要打他，他自己送过来的。他问我什么身份，我用我的拳头告诉他了，我是格斗家的身份。大哥，这个小丫头实在是太嚣张。本来想一个打10个，破一个记录，没想到有一个不经打的。你们9个看起来不太服气啊。刚好我专治各种不服，你们过来吧。你过来呀！10岁的小孩姐在全球最强特种兵的选拔中大展拳脚，不仅独自一人打趴了10位倒不死的日子，更是在零下500度的西伯利亚战场狂奔800里，甩得各国特种兵一脸懵逼。八卦，小屁孩你也太自大了，这是你要求的，我们就成全你。废话真多，要打就打，你们全部一起上吧。就在双方要动手的时候，老宇的外屋，一群身材高大的教官出现了。这些人一律都是面容坚毅、人高马大的。有趣，在他的身上，我居然看到了擂台拳手的气息。燕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听说他们有神奇的武功，从小开始练，一些天才还没有成年，就会拥有猛虎的身躯，铜筋铁骨。不知道这个小朋友是不是这样的天才？看来你还是一个小天才。巧了，我最喜欢就是天才了。话都没有说完，他的鞋子摩擦地面，整个人宛若奔马，朝着绵绵冲了过来。凶猛的连环踢，就好像快速抽动的鞭子，一次次抽在绵绵的小手臂上。什么这么猛烈的进攻，他竟然动都不动一下。打完了吧，该我了吧？绵绵的身影瞬间消失，好像在原地抹去一般。小日子还没反应过来，他的小肚子就被狠狠撞了一下，荡漾起来的力量朝着他全身扩散开来。呼的破空声中，一个翻滚的身影将后面赶来的小日子身影压得倒下来，全部化成了滚地的葫芦，这让在场所有人都彻底安静了下来，一片死寂。果然是燕国功夫，真是神奇。记得以前看过的视频，燕国李小龙腰马合一能将成年人踢飞6、7米外，没想到现实也有，而且他的速度很快。近身格斗不错，不过距离死士还差得远。格斗术分为限制与无限制级，限制级在每个国家都有，无限制级只有我们集中营才有。安东尼点了点头，认可了这个说法。绵绵看着四周的学员，看着他那种敬畏的眼神，内心爽的爆炸。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个道理真牛逼。嘿嘿，当我是小朋友可以欺负是吧？没有断奶是吧？都被吓到了吧？不得不说，一个打10个，真的爽。怪不得那些宗室总是喜欢调调的淡然开口，我要打10个。哼，还有谁？绵绵昂着小脑袋，歪着嘴巴，45度问所有人。闻言，众人转过自己的脸，个忙个的，好像没有听到。小日子那些人真是脑残。恭喜宿主压着所有学员打倒小日子，扬我国威，奖励100经验值。果然打小日子的人就是爽，还有奖励。不过那10个家伙的身体素质还死不了，回头继续找他们研究一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你们还能坚持吗？不能坚持，现在就可以离开了。回头我给你们国家发公函。我们绝对不离开。你们现在离开，还有飞机送走。训练开始后，后悔都来不及，因为除非坚持到训练结束，否则退出的人只能自己穿越永冻冰层，徒步回家。你们不会有任何的援助，生死自负，这是生命的死亡之旅。我可以负责告诉你们，你们能活着回去的人不会超过1/3。安东尼难得幽默了一下，跟着深邃的眼光又再次扫过所有人了，没有人动，毕竟来这里的人都是写过遗书的。很好，先来5公里的冰层跑步，第一个到达终点的学员可以将自己的国家的国旗升到最高的顶点。我宣布开。话都没有说完，安东尼就看到一个小小的东西闪了一下，有人就跑出去了，正是绵绵。唧唧歪歪的，这是一次个人秀，等什么鸡毛？这里又不是课堂，非要老师说下课才能放学回家，干就是了。另外一边，学员们一个个冲上了冰层了，开始了奔跑，但不出意外，跑得越快，摔得越快。除了绵绵就好像安装了风火轮外，所有人包括叶寸心等人都摔在冰层上滑行。
这个燕国学员已经领会了如何利用重心滑行，对自己身体的平衡性的控制也高明的一塌糊涂。有趣，有趣。下一刻，绵绵对着女兵们开始喊话：转移重心，我平时怎么教你们的使用18般武器的？你们可以将脚下的冰层当成一种用脚踩用的武器，先不要提速度，否则你们把握不住。冰层上还有坑，小心掉下去，都是那些狗教官挖的。乱成一团的女兵是想追上绵绵的，人是急了一些，但每个人早已烙印下绵绵强大的种子。经过他的提醒后，立刻就反应过来了。不要急，可以当这是冰激凌，很美味的东西，等着我们去征服。不要急着提速，我们不是教官那个小变态，先控制跨度，当鞋子就是溜冰鞋，而不是摩擦的道具。很快，冰面上就出现了一行滑行的天鹅，一下子超越了其他国家的学员。该死，那个燕国人故意的，他打伤了我们的手脚。他们肯定作弊了，不然为什么这么快？肯定在鞋底安装了微型滑轮。真是让人十分惊讶，他破了你的记录了，安东尼教官。多少？1个小时30分左右，比你足足快了30分钟。严格出现了一个少年版的中国李小龙。众人正在聊着，绵绵一个急刹，帅气侧漏停了下来，脸不红，气不喘，小心脏也看不出跳动加剧。你破了我们记录了，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可以提，当然我也不一定会同意。不一定同意，我提个吉儿。绵绵耸了一下鼻子，从口袋掏2下，抓出一片人参塞在嘴巴里，补充能量。只要不过分，我会答应你。这些小零食你们就不要没收了，你要是不答应，就当我没说。安东尼探头过去，就看到手掌上躺着一块老餐。光看皮相就知道价值不低，在这冰天雪地里，这可是活命的保证。来，人手1块。反正不差钱，绵绵给这些教官人手都送了1块。接受了绵绵的小礼物后，在霸道冷漠的教官都露出爸爸的笑容。上帝，他真可爱。没多久，学员们陆续到达了终点。从现在开始，你们的生命已经交给了教官，你们没有名字，只有一个死亡的代号，你是死亡1号。他指着绵绵，宣布了他的代号。跟着，女兵从谭小玲开始，分别是死亡2号到死亡9号。安然没有随队训练，他是自由的，也没有站在队伍之中，自然没有代号。所有国家都领取了自己的代号后，安东尼再次开口，将燕国人的国旗升到最高。没多久，燕国的国旗哗啦啦升了起来，迎风飘扬，看得女兵们一阵激动。每一周，你们都有机会将自己的国家旗帜升起来。要是你们死在这里，你们的骨灰我会安排送回去。现在开始，你们后悔也没用，要活下来，就必须接受所有的考验。燕国人讲究奇淫巧，他们肯定研究了这些项目，你们都小心一些，不要输，这很丢脸。是的，队长，而且那些教官看燕国人的眼神，好像是他们的爸爸，这很不公平。集中营不会像其他赛事说那么多规则，要是你们没有军人的觉悟与纪律，我甚至不要求你们列队，但是输了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接受死亡。